富家少爷天天睡柴房，而且每次睡觉时都会点2根蜡烛，一根放在床边，一根放在门口。只因他天天住的柴房旁就是茅房，不仅味道大了一些，还总有下人半夜来柴房解决。所以为了防止有人走错，每晚都会点2根蜡烛。就算这样，还是有人故意进来。张管家说了，要盯着少爷，不能让他死了。我看快了，这屋子滂臭，还漏雨，连被子都没有。要不是有个草席，早冻死了。喜欢开口啊，大人还等着呢。堂堂一个少爷，竟被管家欺辱10几年，真是窝囊。既然穿越了，这个仇就由我替你报了。就在这时，丫鬟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。少爷，少爷！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他口中的少爷便开口了：你去帮我把张管家叫过来。平日见自己如此慌忙的过来，也定会吓得失了颜色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竟然要我把张管家叫过来？难不成我听错了？少爷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去把张管家给少爷我叫过来。是少爷。当今太玄皇帝极为重文，文人之地位极高，原主人明明高重，但放榜的时候莫要说解元，居然连名都没有。这事儿的背后怕是有些复杂，而且还很麻烦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先收回这府上的权利，还得弄明白张管家为何敢如此嚣张。他起身走回了房间，拿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。这年头穿越过来没系统，总得带点啥来，这很合理吧？在那登山包里掏了掏，在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然多了一根黑色短棍。回到庭院，将这短棍放在桌上，便看见丫鬟紧张地带着张管家走了过来。那傻子今天是怎么了？居然敢使唤个丫头将自己叫来，看来得给他几分颜色瞧瞧了。丫鬟站在一旁怯生生地看着，小手儿不觉间又捏紧了一把。若是张管家敢对少爷不敬，我非得扑过去咬他一口才成，不得放来福。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管家趾高气昂地站在了江小峰的面前。跪下！你说啥？这小野种以往见了老子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今儿个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成？狗奴才，我叫你跪下！小野种，以往你听话也留你一命，今儿个你他妈是自寻死路。来福，来福！听见声音，月亮门外跑进来了一个少年。紧接着他就看见张管家举起了巴掌，瞬间便听见噼里啪啦一阵声响，就看见张管家的手扬在空中，但整个人却在剧烈的颤抖。张管家倒在地上，四肢抽搐，眼睛瞪得贼大，那眼里哪里还有半分嚣张。前世扶贫下乡放登山包里的电击棍，未曾想在这地方派上了大用场。这也让丫鬟智蕊和来福极为震惊。就在这时，刚才张管家的那一声惨叫却引来了他的狗腿子，足足10名家丁冲了进来，也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。他们低头一看，躺在地上生死未卜的张管家。他毁妖坊，快跑啊！恶奴拔腿就跑，江小峰猛地追了出去，这一追就将10个恶奴追出了府外。看着他们跑远之后，才向内院走去。来福，把他绑起来。对了，你刚才有啥事？今儿不是3月3吗？奴婢听说季县令的千金妓院他去了城外的彩云湖，待会季县令恐怕会上门来退婚了。开局就退婚，能不能有点心意？这身体的原主乡试考了第1，中了解元，季县令亲自来徐府提亲，2家定下了这门亲事，对象正是季家的长女季院。可造化弄人，最终放榜的时候，莫要说解元了，那名册上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有。自那以后，他似乎就患上了失心疯，经常在这凉驿城里狂奔乱叫。许家那孤儿疯了，你们不知道，他10年寒窗苦读，为的不就是去喜灵城吗？难不成他还想去查询他那父亲身死的真相？都过去14年了，查什么查？听说当年那件事是宫里的贵人所为。慎言，那不过是风言风语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哎，这就是命。总之，江小峰疯了，然后大病一场。季县令亲自去请了凉州城的华神医来，结果华神医留下了一份诊断书，精神异常，脑疾难解，没得救了。最郁闷的人显然是季县令。我特么的瞎了眼啊！千挑万选，以为给女儿找到了一个金龟婿，结果却得了疯病。去取一盆水来。智蕊转身去了厨房，来福也已经将管家绑了起来。来福啊，你来这府上有1年了吧？回少爷，小银来府上1年零1个月了。以后你继续留在这府上，少爷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小银自当听少爷吩咐。你起来，把他泼醒。来福接过智蕊端来的水，一下泼在了张管家的脸上。张管家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他睁开眼睛就看见了江小峰，那双瞳孔里却是毫不掩饰的杀意。说着吧，
这房契还有家产什么的都放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叩门的声音。江小峰想了想，叫来福去开门。一个小野种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江小峰拿起桌上的鞭子，狠狠地抽向了管家。来福带着季县令进到内院，正好传来了张绣的哀嚎，便看见江小峰疯狂地抽着张绣，紧忙走了过去。江小峰看见来人也放下了鞭子，对季县令躬身一礼：“县令大人好，晚生正在教训这家里的恶奴，未能远迎，还请县令大人恕罪。”哼，就算是你府上的下人，也不能弄出人命来，不然可不好收场。说完这话，季县令忽然一愣：“这江小峰不是得了疯病吗？他此刻恐怕是疯病发作。无论如何，女儿不能嫁给这样的一个疯子。”回县令大人，晚生精神异常，按照本朝律法，精神异常者，哪怕是杀了人也无罪。但看护人有罪，他就是我的看护人。我操！难怪少爷要对我这么好，原来是要我顶罪的呀！不是，我啥时候成了少爷的看护人？少尉，小人上有8十老母，下有一条黄狗，叫常威。这小子不懂得配合啊，以后得多调教才行。少爷是不是得了精神异常之症？是。你是不是少爷的看护人？少尉，小人当真不是呀！江小峰恨得牙痒痒，正想着抽这丫一鞭子，季县令连忙阻止了。好了，今儿本官前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大人请坐。坐就不必了，本官衙门还有公事，这是一件小事。是这样，小女姬月儿心里早已有了倾慕之人，当初本官和你商议订婚之时不曾知道，所以这确实是小事。这疯子还挺上道的嘛。那婚书……稍等。季县令心里一颤，生怕他反悔，可接着他便听见江小峰说道：“这恶奴是晚生府上的管家，长期以来这恶奴欺主，霸占了府上的所有收入，还欺凌晚生到现在。晚生想这恶奴死，不知道县令大人以为如何？”你小子是要用那婚书来买这恶奴的一条命？那本官全当没看见。不，晚生以为这恶奴死在县衙的监牢里更合适。这小子好心思啊，死在监牢里和他就没有半分关系。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，处理起来倒不太难。少爷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这就把所有贪来的财产告诉少爷。想明白了。小人想明白了，求少爷放小人一条生路吧。别这么多废话，来福，你俩押着这恶奴去将所有的财产收回来，我陪县令大人坐坐。随即来福押着张绣走出了月亮门，江小峰再次邀请了季县令入座。借着县令大人之威，这恶奴可都招了，人赃俱获，可以定罪了吧？死罪。这方面大人比晚生专业，这事儿就请大人费心了。因为晚生着实被那恶奴欺负的不轻，晚生这就去取婚书交给大人。他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？莫非华神医看错了？这少年借着自己的手令那恶奴屈服，还要那恶奴死在监牢之中，这心思算计周详，还极为狠辣。有如此精明的失心疯患者吗？江小峰取来了那婚书，恭敬地递给了季县令。小峰啊，你这病是不是好了？回大人，偶有发作，难以自控，当然不能承认。那张精神异常诊断书可无比重要，万一那个人啥的，可凭着那玩意儿免去一应罪责，只是得对来福好一些啊。若是你这病当真好了，凭着你的才学，今岁再参加乡试，定能中个举人。本官再举荐一下，也能再谋个一官半职，又当公务员，免了。上辈子最大的理想不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吗？有房有车，还有仆人伺候，18岁就退休，做梦都会笑醒，好不好？大人太爱晚生心领了，晚生也想用一生所学报效朝廷，奈何有心无力。好吧，小峰啊，本官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若有事，可到衙门来寻我，本官自会为你做主。待会本官派捕快来提人，凡之若是不便，就叫个下人去衙门做个笔录吧。谢大人。就在这时，一师爷模样的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大人，彩云湖发现一具尸首，还是个和尚。大人您先去忙，毕竟是一桩命案，季县令风风火火就直接离开了，这不关江小峰的事，他自然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左右无事，便抬步迈出了月亮门，向主院走去。抬步走入了主屋，脸上顿时大喜。大堂里摆着一口大箱子，少爷10个男人结伴去青楼，小姐却只点一个，年轻的头牌花魁都不选，专挑年过半百的老朽。进屋之时，还要下人点燃一根香。不到3分钟，男人就走了出来。大人这次多了3秒，嘿嘿。上，大上。每次下人都会多说几秒，就有10两赏钱，更别提被床上意犹未尽的老朽了。仗着大人独特的爱好，每次更是百两起步。
男人就这样每日除了吃喝就是玩乐，慢慢的就把府中钱财挥霍一空。少爷，那些银子小人真没有藏着，全花在了兰桂坊的头牌思思姑娘的身上了。小人没管住那家伙，败了少爷的银子，小人该死。10万两啊！你就给少爷我留下了2两。来福，给少爷拿一把刀来。少尉，小银真不是您的看护人啊！废话那么多，赶紧去。小银这就去。这14年来，他一直窝窝囊囊，今日咋就重拳出击了？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扮猪吃虎？说是谁指使你在少爷头上作威作福的？我数3声，若是你敢不说，少爷我这就剁了你喂狗。3、2。小人说，小人这就说是当今的中书舍人徐瑞徐大人。这中书舍人可是在京都的官儿，如此看来，这敌人很是强大呀。虽然是个政务品上的官儿，恐怕还影响不了科考的结果。除了他，还有谁吗？奴才不知，这一切都是徐大人的指使。他说让奴才盯着少爷，只要不死随意，奴才怎么做都行。我爹当年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奴才也不知道啊。这件事的背后似乎水很深啊。来历不明的父亲，没有信息的母亲，京都的大员，还有这管家叫自己是野种，难不成父亲当年做了什么风流事？恰在这时，两个穿着官服的捕快在师爷的带领下走了过来。张绣仿佛看见了救星，杜师爷，救我！江晓峰一看，知道是季县令派了人来，刚好来福提着一把刀走了过来。我操！焚之，冷静！杜师爷给俩捕快使了个眼神，他们押着管家飞快地离开了江府。这精神病人太可怕了，那来福太可怜了。志蕊，把这主屋收拾出来，少爷我以后就住这里了。是，少爷。来福啊，小银在。来福都不敢抬头看一眼少爷，后背的冷汗还在直流。备车，待会咱们出去散散心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人家兰桂坊的姑娘凭本事挣的银子，总不能却要回来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赚钱。这婚干净利索的退了，这府邸也回到了自己的手里。2两银子，这就是全部的家当了。这该死的张绣，10万两银子，你他妈是泰迪吗？哎，还是先去了解一下市场吧。就在带着志蕊和来福出门的时候，季县令已经派人将婚书给了妓院。小姐在想什么呢？这婚退了是件好事啊，怎么小姐还不太欢喜？那江晓峰不知生的什么模样，奴婢也不知道呀。不是，小姐你还想着他做甚？如今婚书收回，小姐又恢复了自由身，可重新选一良配了。听说梁义成首富朱家的大少爷朱仲举今儿会来，虽然他文采没有2两，但人家有钱啊，以后也不用去操持那间3味书屋的生意了。好啦，准备一下吃饭。好像就快到给他们发月钱的日子了。俗话说，要想马儿跑，也得喂点草呀。那丫头傻傻的，估计拖欠2个月工资也没事。来福可是要用来挡枪的，得对来福好一点。对了，那位妓院生的什么模样？奴婢未曾见过，却听说了一点这位继府千金的事。说来听听。继府有2女，她还有个孪生妹妹季星儿。听说月儿小姐年方28，诗书满腹。奴婢还听说这姐妹2人生的极为美丽，可是咱们良玉县出了名的并蒂莲呢。双胞胎。江晓峰脑子里浮现了季县令那肥头大耳的模样，吓了一个冷战。这古人的审美怕是有些问题。马车很快就抵达了西市街口，车外渐渐热闹了起来。江晓峰和志蕊下了车，走在街上，极有兴致地看着周围，最终向布行走去。周小姐，这几匹料子可是刚到的货，真正的苏锦。您瞧瞧这色泽，这图文，这质地，若是请了刘一手为您量身裁剪，必然是一件最精美的裙子。那就把这几匹都包上吧，叫个人送到刘一手的铺子去。好嘞，小老儿这就为周小姐包上送去。走了，月儿可还在彩云湖等着我呢。若啦，你刚说月儿在彩云湖。哟，大表哥，怎么听见月儿这名字就失了魂？他不是已经和那疯子订婚了吗？他怎么去了彩云湖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季县令怎可能把女儿嫁给一个疯子？昨儿月儿可是和我说了，今儿个季县令会去那江府上取回婚书，月儿可又是自由身了。苏少，莫不如咱们也去彩云湖玩玩？随意。那这就去。正宗的苏锦、苏绣，难不成是苏州苏家的人？这妓院还当真去彩云湖抛绣球了？上午离婚，中午就打算改嫁，要不要这么快？掌柜的，这绸缎怎么卖？10两银子一匹。您看看这料子。啊，暂时不看了，我还有点事。人家买这料子一买就是3匹，都不带问价的，咱给穿越大军丢人了。少爷，真不去彩云湖瞧瞧？万一季儿小姐见少爷的病好了，回心转意了呢？想啥呢？不去。那好吧。
白天最繁华之处在西市街，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，而晚上最繁华之处在淡水巷子，那里有兰桂坊，还有这良义县最大的一处酒楼淡水楼。酒楼？若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买卖，就去一趟淡水楼吧。自己厨艺不错，想来忽悠一下古人不难，卖几道食谱给那淡水楼，恐怕也能换来一点银子。至于兰桂坊，那是个好地方，可口袋里没钱，这男人的腰就硬不起来。所以现在可不是想那个的时候。江小峰一行人在西市街晃荡了一下午，才发现要在这古代活下来还真不太容易，哪怕想当个郎中，也得去考个行医执照，还得去北凉府太医局考。就凭自己跟赤脚医生学来的那皮毛功夫，这肯定考不上呀。早应该听志蕊的去彩云湖瞧瞧，那姬玉儿就算生得和他爹一般模样，但娶了他就背靠着县令，吃点软饭好像更适合自己现在的牙口。失策了，现在去彩云湖也来不及了。太阳马上落山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这穿越而来的第一步就走错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希望，走，来福去淡水楼。来福还以为少爷要带着他们去淡水楼打打牙祭，心里一阵欢喜，驾着马车在这条僻静的街道上欢快地跑。你没事吧？哦，人间绝品，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车，呸，梦中情人牛一飞一样，真是个要命的小妖精。看什么看？信不信本小姐挖掉你的这双眼睛？好不容易骑着马跑出来溜溜，准备去彩云湖接姐姐的，哪里知道这拐角遇见了爱，还飞到了人家的车厢里。咦，你这姑娘不讲道理啊！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你家的路拐弯让直行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懂，这车祸你得全责。莫要以为是女人就可以胡搅蛮缠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纵马行凶，非但不赔礼道歉，还敢出言伤人，咱们这就去找县太老爷评评理去。季希儿被这一通数喽，脑瓜子顿时嗡嗡的。什么？还要找我爹？这若是被他知道，以后莫要想再骑马跑出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小气巴拉的？不知道男人要让着女人吗？何况还是我这样的小美女。说着这话，季希儿就打算下了马车离开。你把本少爷的马车都砸坏了，难不成还想走？这女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可不能便宜了她。你说怎么办嘛？赔钱。好，我赔钱，多少？你身上有多少？可能有5两银子，就这么多了，全给你。梁青，相忘于江湖，再见。今天也是倒霉，这个月的零花钱没了，得赶紧走，万一他还有后遗症赖上我可就麻烦了。随即女子起身下了马车就离开了。古人之美，妙不可言啊！这古代的女子都这么惊艳的吗？以后有了银子，兰桂坊得多去瞧瞧。来福，驾车慢点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你给本少爷记。男人一没钱就去下馆子，还专挑城里最豪华的大酒楼，可到了之后却发现连最基本的菜单都没有。随即叫来了小二，让他把所有菜名都报上一遍。小二听完，当场就来了一段快板。停，这菜名倒是挺响亮，没了。公子，这都给您报了26道菜名了，还不够？那公子想吃什么？你不妨报个菜名来听听。你且听好了：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炉、猪炉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儿、什锦酥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酿鸭子、罐野鸡、罐鹌鹑、卤什件、卤子鹅、山鸡、兔脯、太莽、银鱼、清蒸哈士麻、烩腰丝、烩鸭腰、烩鸭条、清蒸鸭丝儿。我菜名报完了，你就从这里面任选5道菜做给本公子尝尝。这位爷怕是来找茬的吧？公子不好意思，小店当真做不来，在下淡水楼掌柜讨喜，不知公子可知道这些菜品的配方？有戏，银子来了。陶掌柜好，这些菜品出自本公子私厨，私厨你懂吧？小人略知一二。这些菜品呢是本公子和御厨共同研究出来的，怎么？陶掌柜对这些菜品有兴趣？御厨若是得了这些出自宫廷御厨之手的菜品配方，我这淡水楼的生意都可以发展去凉州城了吧？少尉，咱们该回家吃药了，完犊子了！少爷又在胡说八道。你给我闭嘴！这位公子有病，难怪家里会设有私厨，原来用膳食来调理身体，肯定来头不小。难道是某个大官家的少爷？若是公子能将这些菜品的配方赠与小人，小人感激不尽。赠送？陶掌柜，你可知道这些菜品试制的成本有多高？你不了解他们的商业价值。来福，咱们走吧。公子稍安，要不公子开个价。陶掌柜，你不识货啊！这些菜品可是在陛下的菜单里，你这淡水楼若是得了这些配方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皇家御品这样的名头，你这淡水楼如今之格局，可装不下那么多慕名而来的食客。公子高瞻远瞩，小人自愧不如，还请公子赏个脸，随小人来雅间详谈。这就对了，老子还不把你这古人给忽悠瘸了。
什么？姐，你的意思是我被那家伙给骗了？不过你冲撞了人家，还砸坏了人家的车顶，也理应赔偿。哼，若是再让本小姐遇见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你呀，算了吧，又没什么大碍。可我这个月的零花钱都没了，这才初3啊，我可怎么过啊？好啦，回去我给你，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了。月儿，既然那傻子识趣退回了婚书，今儿你怎么不抛绣球呢？感情这种事是缘分，不急。还不急，我都替你急的。月儿呀，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呀，能够对我好一辈子，这就够了。当然，若是他有才华、有抱负，这自然是极好的。不过这样的人，这梁一线恐怕是没有。算了，终究是个缘分。那傻子还当真退了婚书，自己是不是有了机会？看什么看？你想都别想，我姐才高8斗，你连1斗都没有。啥时候你能做出比我姐更好的诗词文章再说吧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在淡水楼订了一桌席面，为苏公子接风洗尘，还请诸位美女赏个薄面。我就不去了，若兰你们去吧。这怎么成？苏少爷远道而来，你可是咱们梁邑县的地主之一，可莫要让苏少爷回去说咱们梁邑县不懂待客之道。久闻月儿姑娘大名，在下倒是也读了一点诗书，还想请教一番月儿姑娘的诗词文章。若是月儿姑娘有暇，莫如一同聚聚。让苏公子见笑了，请教2字小女子可不敢当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不多时，几人就到了酒楼门前。朱少爷一脸诧异：爷，讨喜那厮怎么没来迎我？就在朱仲举纳闷的时候，便见那讨喜恭敬的送离公子出来，2人在那门口作别，甚是亲热。此时江晓峰也心满意足地带着200两银票走向马车，陶掌柜这才收回了视线，这才注意到朱家大少爷一行来了，他连忙迎了过去。姐姐，那少年就是讹我的那人。那不是江晓峰吗？江晓峰，他怎么会来这？什么？你说他就是江晓峰？当然就是那疯子了。那书呆子，不是，那疯子讹诈自己的时候，哪里有半点疯子的模样？你确定没认错人？我和他同窗5载，化成灰我都认识，怎可能看错？季星儿一听，感觉胸口一痛，就像被狠狠扎了一刀。这话伤害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本小姐刚被这傻子给骗过，岂不是说本小姐连那傻子都不如？而此刻，淡水楼的掌柜陶喜胸口也同样很痛，他抬头远望着远去的马车，脑子里却浮现出刚才在茶坊里的那一幕。陶掌柜，今儿也是本公子高兴，不然你以为这样的菜品，本公子100两银子就会卖给你？啊，对，我看你诚意十足，也为了让这美味佳肴能够被梁邑县的百姓们尝到，本公子就破例卖给你2张。见江晓峰很快就写出了2道菜谱，那一刻，陶喜更加坚信这贵公子就是图个高兴，因为这样的名贵配方，没有人会轻易拿出来分享，就算是卖，也绝不可能只卖100两银子，还挂着皇家御品的头衔，傻子才会卖。可他叫江晓峰，可不就是那个傻子吗？他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，他就是为了用那些方子来骗自己的银子。老子被这疯子给骗了。陶掌柜，朱仲举又郁闷了，这姓陶的为何如此深情地看着江晓峰消失的方向，还一副魂牵梦绕、留恋难舍的模样。陶掌柜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不就是个疯子吗？值得你陶大掌柜目送着离开？不是，朱公子姐，诸位公子小姐，里面请。朱仲举总觉得今儿这陶掌柜有些怪异，仿佛丢了魂似的。那江晓峰进来干啥？吃饭。当真？被一个傻子给骗了，这比菜里吃到苍蝇还难受啊！死活都不能承认，当真。随即一行人上了2楼雅间，陶喜慌忙地离开了，拿着1道配方，风风火火地跑去了厨房。等那2道菜火爆梁邑城，那时再去一趟淡水楼，再卖几张菜品方子给那陶掌柜，价格嘛，可就得至少200两银子一份了。这回口袋里有了银子，可以将这单薄的身体好生补补了。志蕊，明天去买几只老母鸡和一些其他食材，少爷我教你做菜。教我做菜？少爷你10几年连厨房在哪里都不知道，竟然还要教我做菜？对了，少爷我有银子了，明日食材多买一些。有银子了？你和那掌柜的上楼待了盏茶功夫就有银子了？难道少爷以后千万别再去了，若是传了出去，少爷以后还怎么做人呀？奴婢会女工，以后奴婢多接一些女工活，日子过简单一点也是能够过得下去的。不是，我就卖了2张配方，怎么就上升到了无法做人这样的高度了？这小丫头懂得还挺多的呀，把老子想成什么人了？哭啥？少爷挣的不能再挣，银子也是清清白白的，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啊，对，少爷是个书生，有着书生的尊严，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，但他却在默默地承受着。少爷也太伟大了，以后得对少爷更好一些才行。抓一只不正经的老母鸡，钓一条10万斤以上的鲫鱼，再找5个青楼女子，用1晚上研磨出的金豆腐就可以。起锅烧油，把鸡熬成原汤，加入鲫鱼脑和蟹黄、猪油、葱、姜、蒜，煮沸后
将去卤的金豆腐片和熟肉丁、虾米放入锅中，用淀粉勾芡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一道淮扬名菜平桥豆腐就做好了。大牛，你尝尝这道菜。真香！哎呀，这太好吃了！掌柜的，这道菜要报，简直绝了！难道这菜品的方子是真的？掌柜的，这方子哪里来的？这绝对是一位了不得的烹饪高手。不对，也许是一位吃遍天下的饕餮大家。屁的烹饪高手，鬼的个饕餮大家，这他妈出自一个疯子之手。就按这样再做一道，我亲自送到2楼仙客来雅间，请朱公子品尝一份。好嘞，苏少爷，这道清蒸河鱼可是咱们凉邑县出了名的招牌，您尝尝，味道尚可。这道红焖鸡采用的是3年以上的老母鸡，您品品。火候老了3分，略柴。哼，牙口好，莫要说柴，就是树也能啃了。诸位公子小姐，小店得了一新菜品，请诸位品尝一二。豆腐，2个铜板1块的破豆腐也能入这席面，没见这招牌菜都入不了这位苏公子的法眼。你端盘豆腐是打算给老子添堵吗？陶掌柜的，拿下去吧。咱们凉邑县虽然确实穷了一点，但也不至于穷到用一道豆腐来招待贵客吧？我朱家也还不至于付不起一顿饭钱吧？朱公子，那我先撤掉。慢，待我尝尝。公子小心，很烫。我也知道很烫啊，你狗日的怎么早点不说呢？他憋红了脸，眼里的泪珠都在不停的打转，看在其余人的眼里，仿佛被这豆腐感动的都快哭了。不就是豆腐吗？难道那么好吃？味道如何？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再来一口。众人也极为好奇，各自取了一勺量在了碟子里。妙极！这道菜叫什么来着？回公子，此菜名为平桥豆腐。这道菜略带油脂，看似无丝毫热气，少不起，气不起，少起而气起，味道封存于豆腐，融入了鸡汁与鱼之鲜美，豆腐鲜嫩柔韧。公子可还满意？入口时仿佛见3月春阳，是那种醉人心脾、大自然的味道。吃个豆腐居然吃出了大自然的味道，装的太过分了。那咱们就尝尝这大自然的味道。这味道确实美味，清淡而不油腻，爽口还很丝滑。众人听了也都浅尝了一下，果然他们在尝过之后也赞不绝口。此平桥豆腐当为人间美味，这道菜品问世，这淡水楼的生意定然会更上一层楼。对了，掌柜的，这道菜品从何而来？咋的了？又不是问你要方子，就是问你怎么得来的，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那个，你们进来的时候，不是正和江晓峰擦肩而过吗？你是说这道菜是江晓峰弄出来的？不瞒诸位，就在诸位到来之前，江晓峰将这菜品方子卖给了小人的，不知他从何得来，但想来应该是他独家创造的。他是个傻子，怎么可能会做菜？肯定是他从哪里偷来的。小人觉得就是江晓峰发明的这菜品。何以断定？因为江晓峰虽然仅仅卖给了小人2张方子，但现在小人细细回想，他似乎还有很多。姐，那江晓峰莫非病好了？不是说他是个书呆子吗？他是如何创造出这些菜品的呢？当时华神医还亲自给他做的检查，难不成还看走了眼？是啊，梁义成所有人眼里的书呆子、傻子、疯子，他怎么就能做出那么美味的菜品来呢？华神医的诊断错不了的，别去管他了。这里是5两银子，你收着，可莫要出去乱野。你们这些日子尽量不要出门。爹爹发生什么事了？今日发生了3起命案，现在案子还没有头绪，但凶手极为凶残，你们千万记得莫要出门。女儿知道了，劳烦爹爹取回了这婚书。女儿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爹爹答应。啥事？江晓峰那府上不是有个恶奴妻主吗？女儿想请爹爹帮他惩治一番。你不用担心了，那恶奴如今正关押在牢房里。等今日这3桩命案破了，为父再去处理他们破事儿。爹，你说他已经将那恶奴给收拾了？若不是有华神医此前的诊断，为父还以为他那疯病已经好了呢。就这样吧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早些歇息吧。那江晓峰今日将欺负了他14年之久的恶奴给收拾了，又弄出2张菜谱卖给了淡水楼。这一切岂是一个书呆子、傻子、疯子能够做到的？姐，我觉得吧，他那是间歇性发病，但终究有病，
你可千万别对他起了心思啊！万一他发起病来，又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那可就太吓人了。明天你去江府偷偷的瞧瞧他究竟在干什么。爹不是说不让出门的吗？5两银子，行，没问题。少尉，啥事？紫蕊把鸡和那些食材买回来了。等我一下，你先去杀一只鸡，少爷我随后就到。江小峰拿出了登山包，在里面掏了掏，掏出来一个穿越前别人送的土豆。这很合理吧？这玩意儿居然还发芽了，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，待会还是先种上再说吧。将这登山包藏好，江小峰就去了前院，准备炖一锅鸡汤，做一道手撕鸡来尝尝。这就是江府了吧？这地方不错啊，这里是后院。江小峰既然已经收拾了那恶奴，恐怕搬去了主院。先探查一下这后院。来到了书房，就看见书案上整齐地放着一些书和文房四宝。他走到书案前坐了下来，便看见了放在书案上的纸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唉，确实只能追忆了，可惜了。这疯子若不是疯子，就凭这诗中才华，姐姐也会很喜欢的。终究是造化弄人，带回去给姐姐看看。少爷今天买食材，一共花去了72文，剩下28文。待会奴婢将那38文给你，但你得给奴婢1两银子。你要1两银子去干啥？得给你去抓一副药了。以前张秀不给你买药吃，现在有钱了药不能停呀。毕竟华神医开的方子，万一少爷你吃好了呢？给你银子可以，但绝不能拿去买药。吃鸡它不香吗？这正经鸡才50文钱一只，1两银子能够吃20只鸡，营养又健康，还这么便宜。奴婢还是觉得少爷吃药更好一些。得，以后给这丫头的钱不能超过1两银。男人刚到家就发现奇怪的一幕，明明家里进了贼，可值钱的却什么都没丢，唯独刚做好的手撕鸡却不翼而飞。我听过偷钱的、偷人的，头一次听说偷坤坤的。来福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当真不是你偷吃了少爷我的坤坤？少尉，小银一直在那后院锄地，若是小银偷吃了，当被这五雷轰顶。江小峰当然知道不是来福偷吃的，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，他也没有办法。会是谁呢？姐，快尝尝，你从哪里弄回来这一盘子的鸡呢？难道你从江小峰府上偷来的？我心思他不是姐姐你的未婚夫吗？自家人，手艺痒痒就没和他客气。怎么说话呢？婚书都收回来了，现在我和他可没有半点关系，但这都拿回来了，不吃吧倒是可惜。哼，嘴倒是硬。姐呀，我忽然发现江小峰也挺不错的，你的胃口一直不太好，身子骨太弱，就像这里，你看我比你大多了。大了有什么好？我觉得我这正合适。我平常吃的可比你多了，你这分明就是营养不良，而他做的菜呢，都极合你的胃口，莫不如就嫁给他，多吃点，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大的。姐姐若是嫁给了江小峰，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那府上蹭饭吃了。对了，你瞧瞧这个，我觉得你看过之后就想嫁给他。这是他写的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在这首诗中，他仿佛用情极深，还为情所伤。难道是父亲去他府上取回婚书，伤透了他的心？他将苦痛的心情留于纸上，却还给了我一个自由。他太伟大了，他的这份寂寞除了我，还有谁能懂？少爷，慌慌张张的，出什么大事了？听说3月3死了那个和尚的案子至今未破，街上有许多衙役在巡逻。不就是死了个和尚吗？可那天不仅仅死了个和尚呀，城北杨柳巷杨员外家还死了个儿子和儿媳妇，听说可惨了。这都10来天了，还没破案？可不是嘛，听说凉州巡查使都下来了。也是，这年头可没监控，都这么久了，现场肯定早已被破坏，弄不好凶手都不知道离这凉邑县多远。这都过去10余天了，这案子还丝毫没有进展。季县令啊，不是本官为难你，你这案子破不了，可是会影响到刺史大人的前程。你还有2天的时间，可别让本官为难啊！下官一定尽力，不让周大人为难。对了，听说季县令有2朵金花，甚是美丽，尚未婚配。本官有一犬子，尚未订婚。若是季县令有意，莫不如咱们结个亲家，这亲家一结，这案子的事到时候再说吧。不知季大人意下如何？
他儿子可不是个好东西，那混账在凉州仗着权势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人送外号周阎王。无论如何，女儿都是不能嫁给他的。下官不敢高攀，小女儿今已有了意中人，还请周大人谅解。本官听说你那长女季月儿倒是曾经许了一户人家，还听说那人得了精神异常之症，你不是亲自去拿回了婚书吗？季大人，你做得对，怎么能将女儿嫁给一个疯子呢？再说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季星吗？请周大人原谅，星儿媳舞刀弄剑，下官怕伤了令公子，本官还得去办那案子，先走一步。双胞胎，我儿一定会很喜欢。这位巡查是大人没安好心啊！我也知道，可现在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宁可丢官，也不能让女儿嫁给了周阎王，哪怕是嫁给江晓峰这疯子，也比嫁给周阎王好了100倍。办案吧，咱们再去杨员外家瞧瞧。郑县尉，你带着衙役再去走访一下杨柳巷的街坊。二人刚走出杨府，便在街上看到了出来遛弯的江晓峰。小峰，留步。季县令好。走，找个地方坐坐。随即便跟着季县令来到了一处颇为幽静的茶园。二人在茶桌旁相对而坐，季县令煮了一壶茶，抬眼看了看江晓峰。可惜呀，他怎么就得了那疯病呢？现在都不重要了，两边都是火坑，江晓峰这边的火坑明显更小一点。看季县令许久也不说话，两个人怪尴尬的，江晓峰便开口了：大人莫要忧愁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案子迟早总是会破的。你小子倒是会宽慰人，只剩2天，莫要说破案，连头绪都没有，破个屁呀！今儿寻你，倒不是为了破案这个事情。那大人还有何事？是这样，那婚书我不是取回去了吗？是啊，确实取回去了。待会我再给你送到府上。不是，大人，买卖离手就没有反悔的道理。这小子不是应该很高兴才对吗？老子那女儿可称得上国色天香，下嫁给你这疯子，你他妈还不愿意了？怎么，我女儿嫁给你还委屈你了？不是，我有病，这您知道的。华神医那诊断书还在晚上那府上。老子还以为你是要拒绝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傍晚时分，我就将婚书给你送去。此中必有猫腻，谁会把女儿许配给一个疯子，还是无法救治的那种？这分明就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嘛！大人，晚生以为此事不急，要不咱们聊聊这案子的事。老子都快急死了，你还不急？你个疯子，还要和本官聊聊案子？案子关你屁事！现在重要的是婚书，你若是不接着婚书，本官回去就把张秀给放了。你可知道他还有8个狗腿子，就在梁邑县。我操！你丫的威胁我！古人不成啊，说好的话，这转眼就反悔。大人，叫我岳父大人。江晓峰大惊，连忙从袖袋中摸出了一张手绢，拿着手绢就要给季中坛擦擦脸，可无意中把荷包掉在了桌上。这不是次女季仙儿的荷包吗？怎么会在江晓峰的身上？难道是因为他和星儿有了私情？哼！我就当是你刚才敬了我一杯茶，这敬的茶也喝了。接下来咱们说点正事，你记住，你要娶的是我的长女季月儿，把季星儿忘掉，这是老子的底线。什么叫把季星儿忘掉？我都没见过季星儿，甚至连季月儿长啥样的都不知道，哪里有这样强买强卖的道理？大人，叫我岳父大人。不是，您老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？记住了，傍晚时候在你府上等我，老子还有公事，走了。促销的货品通常不好，本少爷好不容易穿越而来，娶妻这种大事岂可信？得去弄清楚这季大人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官府为了查案，将全城人召集一起，站成2排，左撇子1排，右撇子1排，没有胳膊的直接放行。只因10天前发生了3起命案，判定凶手左手持刀，所以凡是左撇子的人，衙役都要严查祖上8代，就连路边迈左脚的狗也得会被家谱才能放行。官差大哥请留步。江公子何事？就想问问大哥，季县令他是不是遇见了什么麻烦？说来话长，巡查看上了季县令的女儿拿案子为要挟，要求2天破案。季县令是个好官啊，可惜了，这次恐怕在劫难逃。接着衙役将详细的情况对江晓峰全盘托出，江晓峰这才明白为啥季县令非得要送回婚书。原来是把我当盾牌挡枪的呀！如今只有破案
解决了季县令眼下之危才行。那巡查使总不可能强抢县令之女吧？江晓峰也知道了事情经过，风风火火的就要去县衙找季县令。来福，走，去县衙。时间都过去了这么久，也不可能有什么线索，只能赌一赌那凶手有没有离开良义县了。我说老纪，这一关本官能够帮你度过。你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，嫁入我州府，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唾手可得。你这县令的官儿也保住了，两全其美的事，你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呢？周大人，就算是本官要丢官，那也是吏部下文。你虽然是凉州巡查使，却还没那本事将本官拿下。本官现在就告诉你，你想都不用想。不识抬举，本官就在这等着。你莫要想用人顶罪蒙混过关，2天时间一到，本官自然会参你一本。随便。季县令拔腿就走，正想回府上取了婚书，赶紧送到江府，却见杜师爷匆匆走来。东家，江府少爷说有急事见您。江晓峰，他来做什么？那江晓峰似乎疯病又犯了，说他能破了这桩命案。季县令一听，脸都黑了。这是打算让那周巡使看本官的笑话不成？就在这时，周巡查也正好走了出来，他那双八字眉一扬，呀，季大人的风絮来了，走走走，咱们一同去瞧瞧，介绍给本官认识一下嘛。这是本官的私事，和大人无关。撂下这句话，季县令气冲冲来到了衙门门口，那双小眼睛顿时瞪得贼大。就见江晓峰当真穿着一身道袍，右手还握着一把拂尘。咦，县令大人出来了。这位少年想必就是江晓峰了吧？这谁啊？长得比季县令还要丑。在下正是，我是来寻县令大人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日后再和你聊。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？晚生是来为大人破案的，就是那3桩命案。荒唐！你给我速速回去，在府上等我。季县令啊，说不定他还真能帮你破了这命案。巡查使大人果然有眼光，在下人称大臣神探，当为县令大人尽一番绵薄之力。刘能将江晓峰给本官拖回他的府上去。县令大人别急，志蕊，点上蜡烛。这大白天的，少爷你说点蜡烛？谁规定的白天就不能点蜡烛了？快点上，本仙要做法召唤死者的魂魄，待会就来不及了。丫鬟只好无奈地点上蜡烛，接下来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江晓峰的身上。君今日清君，谁在月下花浓郁？台州望半偏心，北万里河总关情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江晓峰急忙拿出一张白纸，来到了周巡查使的面前，也吓得他后退了2步。还请巡查使大人拿着这张白纸，晚生已请来了杨府公子之魂魄，他将在这纸上写下他的冤屈来。刚才江晓峰那番模样惊呆了众人，都以为他真会点通灵的本事。周巡查使也极为好奇，他接过这张纸，白纸一张，啥都没有。本官倒要瞧瞧你如何让那魂魄在这纸上写字。他看见江晓峰从丫鬟的手里取过蜡烛，用这蜡烛在那纸旁小心翼翼地照着，接下来就出现了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，那纸上忽然就出现了字，字迹略淡，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。时过太久啊，今儿只能写下这么些字了，请周大人给大家念念。周巡使假咳了2声，捧着这张纸就像宣读圣旨一样。我死得好惨啊，请小神仙为我主持公道。就这一句话，但此间却鸦雀无声。季县令更是咽了一口唾沫。县令大人，明晚上晚生再次做法，当可知晓凶手。这是大人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，明晚上得准备好了，否则功亏一篑，晚生可概不负责。告辞。江晓峰转身就上马车回去。马车里，志蕊看少爷的眼睛里都是小星星，就连鼻翼2侧的小雀斑也亮晶晶的。少爷，你真的见鬼了吗？这光天白日的，要相信科学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姐姐，听说是江晓峰明天晚上要在县衙审这死尸破案呢，他怎么如此荒唐？怎么荒唐了？我听说他在父亲的面前请了冤魂，在那白纸上显现了字呢。你没骗我，我骗你干啥？全城都传开了，明晚上咱们去瞧瞧，看看他怎么审问死人的。季月儿没有说话，却皱起了眉头，思索了起来。就在季月儿思考之际，季县令也来到了他的闺房里。月儿啊，为父有件事必须得和你说说。爹爹，你先坐，什么事呀？凉州周巡查使前来咱们良义县，他不是来帮为父破这案子的。那他是来做什么的？他是想要用这案子要挟为父，让为父将你许配给他那不成器的儿子。季月儿眼睛大睁，愣了3秒。女儿不同意。当然，为父也不同意。为父是这样想的，你且听听。此案若是未破，那周巡查使必然参为父一本，
为父这县令也就当到头了。季仙儿在一旁愕然地张了张嘴，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。他忽然双眸一凛，要不明儿夜里去宰了那狗巡查使。荒唐！你给我闭嘴！哦，为父思来想去，觉得江晓峰这个人虽说有点疯病，但比起周巡查使那儿子好了许多，所以为父心思再将这婚书交给江晓峰，不知你以为如何？这婚书才取回来没多久，这又送回去，是不是太丢人了？他是什么态度？咱们不管他的态度。季月儿心思玲珑，一听这话就不对劲，他不愿意接这婚书。女儿啊，他脑子有问题，你们也没见过面，他不知道你的好。依女儿看，莫不如等明晚他破了案再说吧。万一案子破了呢？就算他破不了案，我不是还有个亲妹妹吗？万一人家周巡使那儿子看上的是妹妹呢？姐，我不可能嫁给那样的无能纨绔，为啥是我嫁而不是你去嫁呢？停，行了，就按照月儿说的吧。季县令紧忙起身离去，闺房里的姐妹二人战斗就开始了。季星儿，我宁可嫁给江晓峰，也要把那什么周阎王让给你。季月儿，我宁愿一剑宰了那周阎王，哪怕被砍了脑袋，也不会嫁给他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，你莫要想欺负我，你若欺负我，我把江晓峰给你抢了。某人不是要嫁给身披银甲的大将军吗？那我把江晓峰让给你呀。某人的婚书，人家江晓峰还不愿意接呢，嘚瑟个啥？他只是摸了男人的手，第二天就会被进猪笼。只因没出阁的姑娘不能和任何男人有肌肤之亲，否则就会视为不洁。然而男人还想忽悠老丈人，和他姑娘提前见上一面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女子跟男人若共处一室，更是会被家人乱棍打死。哪怕订婚以后，双方都不可以见面，否则就得吃牢饭。听完仆人的话，他愣在原地。我去，那不就是跟开盲盒一样？少爷，什么是开盲盒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少打听。也不知道季月长得究竟是个啥模样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我把那案子破了，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接季县令的那婚书了。奴婢还是觉得今晚上那事不如算了。那命案县衙用了这么久的时间都未曾破去，少爷你能行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走，咱们出去逛逛。就在这时，周巡查的儿子周作周阎王也抵达了梁邑城，带着足足30名狗腿子，耀武扬威的站在了城门口。这破地，我爹呢？怎么没有出城来迎接本少爷？少爷，想来老爷有事。他有个屁的事，估计又在延华巷子里鬼混，也不说带我一个。走，先进去吃个饭。少爷，我饿了。随后，一群人进了城，来到了淡水楼。少爷，是不是按老规矩？这他妈还要问？所谓老规矩，就是清场。他们浩浩荡荡地冲进了淡水楼，也吓了所有人一大跳。出去，统统给老子滚出去！掌柜的呢？出来！梁邑城的人哪里见过这般阵仗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溜了。很快，整个大堂便空空荡荡。你们是？你就是掌柜的。在下正是。2楼还有没有人？有人就叫他们出去，莫要等我们动手。不知是哪里来的大人，请问你家公子贵姓？凉州州巡查的独苗少爷。怎么？他不给你银子？听到是周阎王，吓得陶喜脸都白了。毕竟人的名数的影，在凉州地界那可是响当当，他不敢惹呀。这上面还有什么人？回州上，上面是本县首富之子朱家大少爷，宴请的是从苏州而来的苏家少爷，另外还有一位名宿张桓公。陶喜以为搬出这些人的名头，这位周阎王怎么说也会顾忌2分。不认识，10两银子，叫他们走。周公子，凉州城的那位周阎王来了，公子等人先行离开可好？这周阎王老夫倒是也听过，在凉州城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。老夫归隐于梁邑县6载，本不愿再出面多事，不过既然碰到了，就一起下去看看吧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了1楼大堂。你就是周阎王？谁家的老东西这么跟小爷说话？滚！好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！就算是你外公曹不动，当年见了老夫，也不敢对老夫出一句不敬之言。眼见这老头似乎有些来头，不禁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老夫张桓。想起来了，就是6年前冒犯了陛下，被陛下卢了官的张桓。老头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你也不再是迎亲光禄大夫了，请认清你的身份，你现在不过是一庶民罢了。这是张桓心底里的痛，此刻被周作当面揭开，他顿时怒不可遏。庶子知道个屁！张桓抄起了身边的一张凳子，就要砸过去，吓得周作慌忙后退了几步，正好撞到刚刚进来的江晓峰身上。来的不是时候啊！谁家大爷教训孙子？你们继续，我就看看热闹。
这他妈是谁呀？心这么大的！看着这个布衣少年，周作眼前一亮，那老头多少有点背景，他不敢动手。可这少年显然是送上门的软柿子。给老子滚出去！爷办事是你这等小民和看热闹的吗？老子又没招惹你，你怎么像条疯狗一样？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知不知道小爷我是谁？我操！一个比一个横，那你又是谁？你给本少爷听好了，本少爷就是明镇良义县的江小峰。江小峰。少爷，那江小峰是个疯子。搞了半天，老子还以为是哪路神仙，居然是个疯子。疯子就很了不起啊！老子疯起来比疯子还可怕，给我揍他！此刻来福害怕极了，看着30多个大汉，不禁向门口退了一步。对，来福，将这门堵上，今儿谁都别想走。对面的朱仲举等人也没想到这江小峰如此生猛，要凭着一人单挑一群，不由得担心了起来。可紧接着，他们便看见了诡异的一幕。你们再上前一步，我就弄死这丫的！来福，少尉，小人刚才在堵门，一个都没跑掉。你妹的，人家是要跑的样子吗？来福，将这些人全部绑了。这疯子难不成还会妖法？他是个疯子，可特么别被他给弄死了！你稳点，别乱来。我叫周作，最富贵。我爹是凉州巡查使，我外公是凉州刺历。你放了本少爷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来头这么大的，这口锅得丢出去，自己背不动啊！你仗势欺人，今儿我就代表季县令惩罚你。来福，去县衙禀报季县令。见来福转头就跑了出去，周作反而放下心来。到了县衙，还不是走操过场？等小爷出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现在是不是想着有你爹护着你，很快就能出来？出来了就能找我算账？知道怕了！你现在放了小爷，小爷最多打断你一条腿。哎呀，还敢威胁我！到了县衙，来福将刚才的一幕说给了季县令。一群恶贼！我这良义县的治安差到如此境地了吗？看来这良义县存在很大问题啊！这一条，本官加入参你的折子里，不过分吧？哼，可知是何人行凶？回大营，那领头的好像叫周阎王。怎么？他把我儿怎样了？也没怎样，毕竟我家少爷是个书生，柔弱得很，就是怕他那疯病发作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事，他那府上曾经有个恶奴，欺负了他14年。江小峰疯病发作，那恶奴差点被活生生打死。季大人，本官命你速速派人将双方当事者带回来。你可管不了本官这个县令。走，叫人去看看。没多久，两个人带着衙役就到了淡水楼，进门就看见周作趴在地上，浑身颤抖，还伴随着一阵恶臭。爹，救我！将所有人统统给本官拿下！随着周巡查一声令下，却没一个衙役动手。季县令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难不成你还想包庇？本官倒是觉得周大人还是尽快带领公子去疗伤比较好。老子记住你了，今日我儿所受之屈辱，来日老子要你100倍偿还。周巡查走后，季县令一眼就看到了张环，随后拱手一礼。先生都有瞧见，老夫全程目睹，劳烦先生了。我这小小县令怕是护不住的。无妨，待会老夫就修书一封给北凉府府台。多谢先生。要说起来，今儿之事本与小峰无关，他是受了老夫这鱼池之殃。多谢小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老丈，您这是要折煞我啊？那等恶人，人人见诛之。小子不过碰巧而为，可当不得老丈此理。这请老夫成家。你安心过你的日子，莫要担心周家寻你麻烦。多谢老丈。女人每次做饭都会倒2滴油，若是手一抖多倒1滴，第2天就会挨顿小皮鞭。要知道，食用油在古代是一种奢侈品，只有富人才能够经常享用。然而男人为了破案，他还让下人将1桶油倒入锅中，把刚进门的县令都吓傻眼了。再倒点。大傻虾，你在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破案做准备啊。县令大人，您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如果凶手没有离开良义县，10有8九今儿晚上他就会现身。这样也行，还能怎样呢？今天是破案最后一天期限，死马当做活马医吧。走走走，看那疯子审尸断案去。等等我，咱们良义县好久没有发生这样有趣的事情，那疯子倒是有点意思。可你们说县令大人怎么就偏偏信了他的话呢？莫要忘记这江小峰曾经可差点成了县令大人的长龙快婿，或许是县令大人想要再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得了疯病。你们知道个屁！司隶大人给季县令下了死命令，今天最后一天，恐怕是季县令没有办法了，鼓动江小峰来演这么一出罢了。
不多时，全县的人就都来到了衙门，都好奇地打量高台上架着的油锅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锣鼓声响起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了江晓峰身上。停！诸位父老乡亲，受县令大人委托，今儿晚在此地审视断案。黑压压的人群顿时轰动，一时之间各种声音连绵不断。很热情的嘛。江晓峰也看了看那3具尸首，心里不免有些打怵。打扰了你们休息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是你们心里不平，就去找季县令。台子后面，季县令恰好听见了这句话，顿时觉得脖子上似乎有股凉意。你他妈叫我把他们弄过来，现在居然要让他们来找我！肃静，肃静！本仙要开始做法，请冤魂归来，尔等切勿大声喧哗。本仙告诉你们，若是吓跑了冤魂，破不了案，这冤魂无法回归地府，恐怕会去找你们。所有人顿时闭上了嘴，接下来就看见江晓峰在那台子上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。千灵应地灵应，百恶菩萨拜神灵，保那风调雨顺，有那盛世大太平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友情提示，请大家相信科学。赤赤洋洋，日出东方，无此灵符，除扫不祥，口吐山脉之火。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众人顿时大惊。我操！他来真的，他让我们相信科学，他趁机施法，玩真的是吧？下面，本仙将从这油锅中将3道冤魂给请出来。所有人瞪大了眼睛，伸长了脖子，甚至还屏息住了呼吸。偌大的院子居然鸦雀无声，都要看看他怎么从那油锅中请出冤魂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沸腾滚烫的油啊！周巡查一看，感觉江晓峰的做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。他对人群中的某个人使了个眼色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卧槽！说这是什么东西？上仙，这是狗血。幸亏本仙法力无边，早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，否则被你这恶人破去了法身，请不来冤魂，破不了案了。上仙饶命，这都是将这人拿下，莫要影响到上仙做法。江晓峰此刻也来不及去沐浴更衣，他双手袖子一撩，高高举起，他们就看见江晓峰将双手插入了那鼓鼓翻滚的油锅中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志蕊紧紧地捏着衣摆，就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少爷的这双手完了，他再也不能执笔了，他是个书生啊。季县令也一脸诧异，那油锅热气腾腾，连肉都能炸熟了，他怎么毫无反应？那傻子，他为了帮父亲破案，居然双手下了油锅，也不说留一手。这江晓峰那黑狗的血都破不了啊！难道是那黑狗不够黑，还是说他真的会仙术？不行，回头可得劝劝自己那儿子，千万莫要去找江晓峰寻仇了。江晓峰没有想到这戏法还有这样的效果，他在那油锅里搅来搅去，过了一会，他才从油锅里拿出一张纸，但所有人的视线都没有落在那张纸上，而是落在他的双臂上，完好无损，甚至手臂还有油顺着袖子往下淌。他怎么会没事？难道他真的会仙术，有仙法庇佑？肯定是了，不然谁的手能在油锅里打那么久还屁事没有？拿着这张纸回到了高台上，便看见左边的人群中有2人正在缓缓地往后退，他的心里一喜。冤魂告诉我，谋害他们的凶手就在你们之中，受冤魂指引。现在左边的人群依次出场，在院子门口有6口法器，所有人必须依次摸过去，若是那法器亮起，就是这3桩命案的真凶。那不是6口黑铁锅吗？怎么就成了法器了？难道这江晓峰给黑锅施了法术？但为什么他又要求衙役在外面的巷子口检查每个人的手呢？速速退去，本仙法力将尽，很快就无法控制这愤怒的冤魂，快点！听了这话，场中顿时骚乱，所有人向院门涌去，一个个忐忑地摸了那锅底，挤入了巷子中。可巷子的尽头，衙役班头刘能带着足足20个衙役待在这里。班头，为啥检查每一个人的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反正按照江晓峰说的，这法子就对了。手上若是干净，咱们就拿下。周巡查一直在这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漆黑的锅，直到半个时辰的时间过去，大院里的人都走完了，他也没看见这法器亮起来。季大人，江晓峰没有抓住凶手，他失败了，你这案子没破，现在咱们是不是该聊聊我儿和？大人，逮住了2个，这2人手上干净，肯定是凶手。江大仙说，你们不招，就将你们俩丢进去，自然会有冤魂来找你们，招还是不招？我招。男人只是用了现代知识破了3桩命案，就被满城百姓称为神探。传言说他能呼风唤雨，甚至能通灵请鬼神。一时间，无数豪绅名士前来拜访，就连丢了母鸡的百姓报案都不去县衙，而是去男人府上。眼看拜访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只能闭门谢客。
少爷，朱仲举朱公子求见。不认识，不见。哦，少爷，你当真能通鬼神？现在满城都在说你因病得福，获得了通鬼神的神通，所以都想见你一面。不就是用科学家心理学来破个案吗？怎么现在把本少爷弄成了一个神棍？知道我为啥不见那些前来拜访的人吗？因为少爷是高人。我高个屁的人！昨天晚上被那狗血一泼，少爷我强行做法，一身法力尽失。少爷，对不起。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少爷写一张告示你去贴在外面的墙上，免得再有人来打扰。好。去吧。我家少爷说不便见客。江晓峰这厮竟然如此清高。可接着他们就看见那告示上的字，突然一惊。小娘子，你家少爷当真失去了那能力？回公子，我家少爷心情极度悲凉，二位请回吧。可惜了。苏少，走吧，淡水楼吃豆腐去。这是谁又想我了？不就是破了一个案子吗？志蕊，这隔壁是不是没有人住的？隔壁原本住的是钱员外，2年前搬去了凉州城。他那院子没卖，挂在牙行里的，很贵，听说是要卖500两银子呢。那么贵啊？算了，还是买地划算。哎，这出了名就是麻烦，去告诉他们不见。志蕊开了门，便看见华神医一时间愣在原地。华神医，你家少爷可在家？老夫是专程前来为你家少爷复查的。老神仙稍等，带奴婢进去问问少爷他在不在家。这话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，随后志蕊就风风火火地跑了进去。少爷，少爷，又怎么的？是华神医来了。不见少爷训狗呢，没空。好多权贵请都请不到他老人家，人家亲自登门为你复诊，你咋就不见呢？难道少爷活不了多久了？志蕊一脸悲戚地来到了门口，眼泪扑刷刷就流了下来，看得华神医心里一惊。怎么了？我家少爷他不在家。不是，他不在家，你哭什么？对不起，老神仙，你们走吧。这张桓公也一脸疑惑。妓院坐在马车里，听见了这番对话，他下了马车也走了过来，便看见了墙上的那张告示。以学生想来，他闭门谢客，恐怕是因为这个。他应该是心情不好。不对，他这是故意的。桓公此言何解？老华，五花八门是歪门邪道，无法登大雅之堂。江晓峰用了踩门的法子破了命案，可他却打上了踩门的烙印。当今天子对五花八门中人的态度是在民间可以，却不能入朝为官。江晓峰这是在洗脱他和踩门的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还想当官？他想不想当官，老夫不清楚，但是老夫觉得他的病是真的好了。这上面不是写着要买地的吗？也或许他是想当个衣食无忧的小地主。听到这话，华神医更加心痒了。疯病自愈，这样特殊的病例就在眼前，却无法着手进行一番研究。就在这时，来福买肉正好回来，看见府前围着几个人，便好心提醒：样，咱家少爷不见请，诸位请回吧。老神仙，可是为我家少爷再看看那病。刚好路过，你家少爷可在府上？在，我家少爷极少出门，里面请。少爷这次一定会大大的夸耀我一番，这简直就是天意。少爷，小银回来了。江晓峰抬头一看，整个人顿时就不好了。来福屁颠来到江晓峰的身旁，一脸媚相。您看，小银将华神医请来了。少爷不应该夸我的吗？收拾完来福，抬头就看见华神医一直盯着自己的脑袋，他看得津津有味，甚至还舔了舔嘴唇。这老家伙怎么有种太监上青楼看到花魁的感觉呢？桓公请，华老请。我先来。不，老夫远来是客，当老夫先来。老夫就问问这诗词文章要不了多少功夫。老夫就为他把脉看看病情，更要不了多少时间。马老头，你讲不讲道理？咋的？老夫怎么就不讲道理了？张老头想打架呀？老夫让你一只手。哼！打住！二位老人家，你们若是要打架，能不能去外面打？我怕你们在我这打出个3长2短来，万一赖在我头上，我岂不是很冤枉？这人的脑子怎么如此新奇？有这样劝人的吗？不吵了。桓公，您老有何事？哈哈哈！瞧瞧，人家江晓峰问的是我，你靠边去。张桓公从怀里取出了那2张纸，极为小心地摆在了江晓峰的面前。这2首诗词，老夫惊为天人之作，其中有许多不解，还请晓峰解惑。这特么不是我写的吗？桓公，你从何处得来？这不是你送给季家小姐妓院的吗？这东西是妓院给您的，
对了，上次家里遭了贼，那贼肯定就是妓院。小风啊，季县令悔婚，这是他的不对，莫不如老夫做主，让季县令将那婚书送来。你呢，也莫要谢我什么，就将这首诗词的名字告诉老夫便足矣。回桓公，这首诗的名字叫《锦瑟》，至于婚书一事不节。好，那你们的事我就不掺和了。现在轮到老夫了，小风伸出手来，让老夫把把脉。华老，您的好意晚生心领了，经此一病，晚生顿悟了许多道理。此前晚生日日苦读，想求的是功名利禄，那是执念，晚生早已放下。而如今晚生所求，却是看山看水独坐，听风听雨高眠，客去客来日日，花开花落年年。至于何时死，有春风秋月下花冬雪陪葬，死又何妨？张桓公早已惊呆了，这样的人生境界，哪怕是他这大臣名士也从未曾有过。华神医也惊呆了，他定在半空中的手徐徐收了回去。江晓峰的这番话令他回味无穷。这少年经此一劫，居然将生死看透。罢了，小风老夫为你举荐为官，不知你意欲如何？桓公之好意，晚生心领了。正如晚生刚才所言，此生只想如此般安然度过。哎，可惜了，实在可惜了。如此，那也罢了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的黑甲骑兵。给皇帝治过病的都知道，那风险是极大的，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，若是掉了根头发，那就要被九族消消乐了。然而这个小老头不仅不怕，就连提出来的治疗方法也骇人听闻。就算这样，皇上还是恭敬的把他接了回去。华老，长安有请。又犯病了，这次有些严重。好，走。小风后会有期。华老慢走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周阎王来寻仇了。那是大臣刀骑，陛下当年定鼎江山，麾下最厉害的一支骑兵。咱们这位皇帝有一顽疾，脑子疼起来就要命。这些年在华神医的调理下，倒是清减了不少，可终究无法治愈，所以华神医才有了开颅研究脑袋的这个想法。今日刀骑亲至，定然是陛下的头痛病又犯了。脑子疼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有暇去老夫那坐坐。告辞。江晓峰，我不想当你的奴婢了。没有发烧啊？是不是少爷我给你的月钱太少了，你想离开？这样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你的月钱就涨到100文。少爷知道你想买定方楼里的那胭脂水粉，一会我就带你去买。不要说话，咱们俩相依为命，一起长大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比亲妹妹还要亲。咱们现在就出门买胭脂水粉，顺便买书。妹妹，谁想当你的妹妹？哼！江晓峰，他跑这地方来干什么？少爷，我觉得这胭脂水粉不重要，有这银子，莫不如咱们去抓几副药。走吧，去瞧瞧。我觉得那粉底就很不错。好啊，这个吃着碗里还瞧着锅里的狗东西，还牵着人家的手。狗男女，本姑娘杀了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卧槽，怎么又是这个牛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神经病啊！你才是神经病。江晓峰，本姑娘和你势不两立。你还势不两立？若不是本少爷反应快一点，你这一大坨就砸在了本少爷的头上。高空抛物都是犯罪，何况你这是高空抛人，你当你是绣球啊？季星儿又被江晓峰一通数喽，顿时委屈的哭了起来。你是不是男人？你把人家都弄出血了，不赔礼道歉不说，还如此咄咄逼人，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懂不懂什么叫谦让？知道你脑子有病，有病就得治，没钱是吧？没钱拿方子来，本姑娘免费给你抓药。好男不和女斗，我们走。这位小姐，刚才你说的话算数吗？诺，这就是华神医给我家少爷开的方子。这丫头好像脑子也有问题，这不是吵架吗？怎么能算数呢？看着钟若兰迟疑的表情，志蕊就不乐意了。少爷说，为人者首重诚信，小姐既然无诚信，就莫要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不就是几副药吗？你家少爷确实该吃药了。那多谢小姐了。回去的马车里，志蕊开心的像个孩子，一路上话都没停过。少爷虽然被砸了一下，但换来几副药，这波不亏。唉，那漂亮小姐也是可怜，流血又流泪。莫非是那姑娘看上你了？怎么可能？你想啊，天下哪里有那么巧的事？上一次是在街角相撞，这一次又是这样。若不是她看上了你，她何必用这样的法子来吸引少爷你的注意？有道理。明知道少爷有病，还如此执着地追求少爷，这大致就是戏文里说的真爱了吧？对了，梁邑县最大的书局是哪个？
要说书局，好像听说有一个叫三味书屋的挺有名。什么？三味书屋？果然是冤家路窄，又遇见了你。你是江晓峰？咱俩不熟。不对呀，他怎么跑这么快？还换了一身衣裳。你就是这三味书屋的老板？鸡变偶不变。什么鸡？哦，今年过节不收礼啊，收礼只收钱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我也没喝过啊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发了病，我去找我要的书。妓院也极有兴致地看着江晓峰，不一会就看见他拿着2本书过来。多少钱？送你。你看我是缺钱的人吗？看人真准，就当你砸我2次的赔偿了。两清，再见。他一个读书人，买农书干嘛？对了，他要买地，难不成是他放弃科举，打算当个地主？可是地主也不需要自己去种呀，他到底想做什么呢？子儿，牙行还没有回消息。小姐，咱们这地方的地不太好卖，太靠近边境了。江晓峰不是要买地吗？便宜点卖他60亩，这事你快去办。好。就在妓院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朵红云飘了进来。姐，你不知道我在定方楼遇见江晓峰了，他带着一个女人买胭脂水粉，他可是你的未婚夫啊，怎么能脚踏2只船？那是他丫鬟，他给他丫鬟买，他怎么就不给你买呢？哼，其中必有奸情。刚才江晓峰来过，不是，你们私定终身了。别瞎想，他把我当成了你，态度可一点都不好。我揍他也是为了你，这还怪我了？早就给你说过，我的事不要你管，现在可好了，他认定了我就是你，都没给我好脸色。呵呵，既然他将你认成了我，你信不信我把江晓峰给你抢了？就凭你这凶悍的模样，你以为男人会喜欢你这一款？我倒是认为男人当真喜欢我这一款，不服气来比比。肤浅，这叫有货，不像某些人啊，像个没发酵的馒头。你说是发酵的馒头口味好呢，还是死面疙瘩的口味好？你不懂男人，在男人的眼里，你那8斗的才华压根就不是我这骄傲的对手。妓院离开三味书屋之后，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周氏药堂，找了周若兰。若兰，有没有什么药可以让这馒头发酵？有啊，你要蒸馒头。男人在田里发现奇怪的一幕，原本应该是绿油油的秧苗，现在却都是黄色的，不仅变色，甚至还有的已经萎蔫干枯了。就算这样，百姓还是充满希望的把秧苗种在田里。这片田多半是废了，一看就是培育秧苗的秧田出问题了。江公子，这3块田就是卖给你的那60亩。什么？这是我的田？原来就在几分钟前，两人刚在县衙完成过户，现在来百花村进行交接。李大爷，你过来一下。这位李大爷就是这的佃户，靠着这田吃饭的，你以后可不能换了。东家把这60亩田卖给了这位江晓峰江公子，这以后呢，他就是你的东家了。原来的东家好啊，美丽又善良。看这位东家一脸的小家子气，恐怕是个守财奴，以后的日子不一定好过了。东家，小老儿有礼了，以后还请东家多多照顾。好说，大爷，我看这秧苗培育的不太好。说着这话，江晓峰就蹲了下去，拔起了一簇秧苗来，仔细看了看。这秧苗的根系橙黄色，你培育秧苗的秧田有问题，这样的秧苗就算种下去，收成也将减半。我年年都是这样育苗的，今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。这位新东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，不过他看起来像个书生，怎么对这东西如此了解？接着就看见少爷撩起袖子就挖了一把田米起来，用手搓了搓，还凑到鼻子前嗅了嗅。你这些秧苗是先天性的不良，我告诉你一个法子，至少能够挽救一下。圈内取出粪尿，堆1尺高，不要压它。3天之后再往上堆积，每过3天堆积一次，直到6尺高度，然后用泥土把它给封起来。2个月后2次施肥就可以用它了。这个叫疏松紧密交叉堆积法。还有施肥的时候量千万不要多。李大爷听的也是目瞪口呆，一直在点头。粪是进，水是命，72行农为首，100亩之田肥当先。这个法子你记住了吗？东家，小人记住了。那就行了。等明年育秧的时候，本少爷再来教你怎么弄。好生侍候这些庄稼，本少爷不会亏待你的。走了。对了，志蕊，接下来你再打听打听那百花村有没有人卖地。这次需要的是地，别搞错了。这田有了，地也得有啊，不然明年的土豆种在头上。又没钱了，还得去一趟淡水楼。不就是认个地儿吗？怎么这么久？说来小姐不信，他在李大爷的面前口若悬河。这没道理的呀，他怎么可能懂得农事？
昨天他不是在咱们这买了2本农书吗？估计是书里写的吧。快把那2本书给我找来，我瞧瞧。子儿无奈地翻出了那2本农书，递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季星儿和周若兰走了进来。哟，我的大才女，看文章呢？不是吧？你昨儿要蒸馒头，今儿又要种地了？姐，蒸什么馒头？季月脸一红，瞪了星儿一眼。哪都有你，一边去。对了，说来也奇怪，那个人傻钱多的苏平安要买江晓峰隔壁的那宅子，觉得他不凡，说要结识一下。可你们知道吗？在牙行挂了2年的破宅子，居然被人给买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子买下来的，苏平安还郁闷了好久呢。你们说可不可笑？你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傻子买下来的？这哪里知道，人家还让牙行给保密了呢。我告诉你哈。姐，你掐我干嘛？我觉得那宅子的风水很好，所以那宅子就是我这个傻子买来的。我就说嘛，那宅子风水很好，日后肯定会升值的。哼，走吧，那咱们去看看。不一会，3人就到了新买的宅子。这时，江晓峰主仆也从百花村回来了。咦，这里有匹大白马。这不，那漂亮小妞的马。对了，不是要做牙刷吗？这马鬃毛长得是真漂亮。志蕊，去给少爷我取把剪刀来。来福，将这马给牵进咱们的院子里。少爷难不成还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偷人家的马？少爷，这马可老贵了，偷了人家的马，人家一报官可是会被抓起来的。快点快点，你们想啥呢？少爷，我就是剪点马毛。剪点马毛，这好像不犯法。接过志蕊送来的剪刀，站在了这大白马的脖子旁。少爷，是不是够了？再剪下去，它就没毛了。江晓峰住了手，因为没地方剪了。天气渐热，你这样估计会更凉爽一些。不用谢我。来福，将这家伙放出去。志蕊，将这些马毛收起来。隔壁3个少女还在品季星儿刚从江府拿回来的诗词。明月人倚楼，那是何等样的孤独。所以若兰，你莫要劝我，我对不起他。这不就快到端午了吗？我听说这一届端午文会，张桓公要举荐文会之魁首，如此一来，他就不用参加科考，就能有个官职。你们怎懂得江郎之心思？他无意为官，其实就凭他前面的2首诗词，恩师就准备举荐他的，可他拒绝了。周若兰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。他是不是傻？我曾经也这样认为，但现在却不觉得了。姐姐啊，你可莫要为了一时的冲动而悔恨一辈子。哎，那日在定方楼，他那婢女倒是给了我一张方子，若你坚持，我便回去取些药送给他。那就有劳你了。他那药需要多少银子记在我账上？能治好他就是天大的事，谈什么银子？随即3人就出了门，便看见了好好的白马被薅秃了。呀！谁？是谁薅了我的马毛？我要杀了他！光溜溜的大白马也正一脸委屈地看着季星儿。隔壁的江晓峰也听见了季星儿的声音，手一抖，不觉地看向了那堵墙。可能是剪得有点多，一下就被发现了。星儿，为父记得你曾经说喜欢身着银甲手握长刀的大将军江晓峰，这小子是个文人，所以为父觉得他还是和你姐姐更合适一些。季月顿时看向了季星儿，眼里满是疑惑。爹，你说啥呢？我怎么可能看上那傻子？也只有姐这样的痴女才会被他给迷惑了。人家江晓峰3首诗词，无一不是绝品。你不学无术，侮辱斯文，知道什么？好了，都别吵。你姐喜读诗书，你呢喜用刀剑，这没有错。自幼爹也没有干涉你们的喜好，但现在你们大了，你们的选择爹依旧不会干涉。但是，你给江晓峰的那荷包是怎么回事？记住，他是你姐夫，你对他不可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哼，姐夫，你们8字都还没一撇呢，更何况我的荷包还在他那里。要是我先嫁入江府，某人想进门还得我点头同意才行。你，爹，这婚书还得请爹送给江晓峰。明天爹就送去。说那荷包是怎么回事，我就偏不告诉你。星儿，他非你良配。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还是有的，毕竟以后他就是你姐夫。干啥？有一只蚊子咬你。那也不至于这么用力吧？志蕊啊，到了夏天，咱们这地方蚊子多不？少爷忘记了，每年夏天少爷读书，可都是我在旁边给你打上赶蚊子的，尤其是晚上，除非是关在蚊帐里。就没有别的法子驱蚊？
这东西怎能驱走？除非是烟熏，可烟熏虽能驱走蚊虫，但人也很是难受。嘿嘿，如此看来，得做点蚊香了，就连销路都不用愁。先试试吧。若是真行，那就去一趟百花村，在那地方设一个简易厂房，让百花村的百姓也赚点银子吧。走吧，咱们去药铺。少爷先教你们做蚊香。大小姐好。叫伙计按照这个方子抓5副，不，先抓10副药，记在我的账上。好的。大小姐，这药有点贵呀。多少银子1副？这至少得1两银子。这么贵的吗？这方子很好，何人所开？华神医。原来是华神医的手笔，难怪，这方子是开给何人的？还能是谁？江小峰呗。抓药，待会本小姐还得送去。大小姐怎么会和他扯上了关系？难道大小姐看上江小峰了？不行，这事儿得给老爷说说。大小姐正是懵懂年龄，可别误了终身。就在这时，江小峰带着志蕊走了进来。拿笔墨纸砚来，我开个方子，帮我抓点药。本少爷的脸上难不成有朵花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趣？明知道脑子有病，就莫要去祸害人家妓院儿了。不是，本少爷来抓几味药，怎么就祸害了妓院？你怎么说话的？胸大无脑，果然没错。你什么你？就凭妓院那模样，他配得上少爷我吗？我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堂堂大臣玉面小郎君。算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，我要笔墨纸砚。江小峰，你这登徒子！这里的吵闹顿时惊动了药堂的所有人。没眼力见的东西，还不快给江公子取笔墨纸砚来！江公子，其实大小姐平日里都很是温柔的，公子莫要往心里去。对了，我家小姐为您抓的药马上就好。你是这的掌柜？正是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给我的药呢，折算成银子，待会我开个方子，你瞧瞧一副药需要多少银子，从折算的银子里面扣，如何？这不医治最好，给他换。江小峰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提笔落在了纸上。砒霜就算了，可别蚊子没熏死，把自己给熏死了。这张方子列了足足10余味药，但事实上用来做蚊香的仅仅是其中的4种。两世为人的江小峰当然不能让蚊香的配方泄露了，他还指望着这东西赚点银子呢。帮忙看看这里面的药可齐全。江公子，这方子你从何得来？哦，我是华神医的弟子。你吹牛都不带稿子的吗？这是什么鬼方子？按照这个方子煎药，那是会活生生吃死人的。江公子，这方子不对。我没说这方子对，你将里面的药分开包装，我自会配搭。周掌柜想破了脑袋，就差点把千金方给背一遍了，结果依旧不明所以。等回去之后捣鼓一下，看看能够做出多少蚊香来，算算成本几何。如果驱蚊的效果好，这个东西应该很有市场的吧？这又是怎么了？月儿，你真的不能嫁给江小峰？咋了？就在刚才，我就寻思免费给他取10副药治治，他恰好来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的？他是不是拒绝了？可不是吗？他还说他是玉面小郎君，还说凭你姬月儿那模样哪里配得上他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他呢？你也知道他脑子有病，你和一个病人计较什么？再说他在我的心里，他比任何人都要健康。唉，完了，这头铁的女人已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了。来福不够细，待会再捻一遍。捻完了之后，按照我画的图样，你给我凿个模具。就在这时，志蕊带着季县令走了过来。小峰，好久不见，老夫又来了。季大人，案子已经破了。怎么？案子破了，本官就不能来你这府上了？不是，大人请坐。晚生的意思是恭喜大人破了那命案。这小子话里有话呀！现在女儿连宅子都买在这隔壁，若是这婚书送不出去，这张老脸往哪搁？小峰，好字啊！大人谬赞，晚生信手涂鸦，担当不起。也难怪女儿会死心塌地的喜欢上他，就凭这首字，这小子也是人中龙凤啊！他默不作声地将这首明日歌揣入了怀里。我这个当长辈的说一句不当说的话，你已经不小了，可有媒婆上门来为你提亲？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无法治疗病情的少年。要真说起来，我也不愿意。可是我很欣赏你这个人，所以……季县令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来，放在了石桌上，推了过去。这婚书你收下，伯父愿意把长女季月儿许配给你。江小峰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看向了桌上的这张纸。这哪里是什么婚书？这分明就是我写的那张明日歌的纸。季中坛收回了视线，
也落在了这婚书上，陡然一惊。啊，拿错了，这个才是我女儿。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还上得厅堂入得厨房。啊，不是，大人，晚生自知时日无多，求的是洒脱。乐此一身，若是令媛下嫁于我，某一天撒手而去，敢问他这一辈子如何去过？晚生于九泉之下也难西安啊。所以这婚书，晚生实在不能收，不敢收啊。他是真的在为女儿考虑，居然宁可孤老终身，也不愿意女儿跳入他这火坑。好人啊！江小峰看着季县令纠结的表情，忽然展颜一笑。大人，令媛年幼，在他未来的日子里会遇见许多的少年。为了一棵枯萎的树，放弃了一片森林，这不是个明智之举。晚生以为你莫要心急，急会害了他一生啊。哎，罢了罢了。男人把艾草、陈皮、雄黄、木炭研磨成细粉，加入隔夜的洗澡水，揉成面团，擀平后切成小细条，再一圈一圈卷起来，放到阳光下定型。经过14个小时之后，手工蚊香就做好了。走吧。志蕊，带上蚊香，咱们去看望张桓公。小峰啊，你想死老夫了。桓公，您这是？啊，蚊子太多，不抽不行。难道脸皮厚就是这么来的？来，小峰请坐。按说晚生早该来看望桓公了，只是有诸多俗事缠身。志蕊，将那蚊香点上。桓公，你这院子倒是清雅，就是这蚊虫有些多啊。可不是嘛，每年夏日受这蚊虫之苦，简直是苦不堪言。这可恶的小东西弄得老夫无法看书，更无法安心读书。哎，你刚才说把什么点上？蚊香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桓公之苦，晚生感同身受，所以晚生这些日子就是在捣鼓这个。这东西能驱蚊？晚生也还没有试用，寻思桓公乃是大臣大儒，平日里肯定是著书立说的时间居多，便送了过来，正好试试这东西的效果。我果然没看错你，董事傲。若是当真能够驱蚊，这简直是天下文人的福气。这小东西叮人那是一叮一个包，还奇痒难耐。若是能解决了这个困扰，学子们便能够心无旁骛的安心看书，简直是一件天大的功德呀！我要什么功德？我要的是银子。不多时，蚊香的味道弥漫开来，两人也闲谈了起国事。过了一会，咦，小峰啊，老夫忽然发现，好像这蚊虫真没有了。这东西效果居然如此之好，此蚊香造价几何？可繁琐。桓公，此物需要10余味药材，耗时也极长。晚生初步估算了一下，这样一盘的成本大致需要40文钱，这还不算人工。好东西，值。算上人工达50文钱，虽然略贵，但有了它却可安心读书。你有多少，卖给老夫如何？少爷的这张嘴，张口就来，那成本分明不过5文钱，他居然欺骗这位慈祥的老爷爷。凭着咱们之间的关系，可千万不要谈钱，谈钱伤感情。这样，晚生每个月送桓公100盘这蚊香，求桓公给晚生提几个字：百花蚊香，天下无双。就这样，可否？你小子想做这买卖？嘿嘿，其实不瞒桓公，这是晚生给百花村的村民寻一条生财之道。百花村您知道吧？说来也是可怜，那些百姓过的那日子，晚生实在看不下去，左思右想，这才有了这主意。这话一出，张桓公顿时对江小峰高看了3眼。是老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还以为是小峰窃了书香要去惹那童秀，却没有料到他是为了那百花村的老百姓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品性高洁。这字老夫提了。志蕊，为桓公磨墨。小峰，老夫白活了这么些年，不如你活得明白呀。此后你勿要再叫老夫桓公，请叫老夫一声老哥。这如何使得？小峰以5相之年而知百姓疾苦，当受老夫一拜。就在这时，季县令走了进来，恰好看见张桓公双手抱拳，头雾水的看向两人。桓公，你这是要折煞晚生了。叫老哥。老哥，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咱们不必纠结于礼节，可好？好，老哥我这像了。老哥这就为你提子。什么情况这是？堂堂大臣大儒，这是吆喝江小峰拜把子。他走了过去，便看见纸上的字：百花蚊香，天下无双，张桓健。中坛来了，你这女婿不一般啊！小峰老弟，让老夫茅塞顿开，当服一大白。你们稍等，老夫还有一坛好酒。你对桓公做了什么？季大人好，晚生就是和桓公和我老哥聊了聊天。你老哥？这小子还真蹬鼻子上脸了。人家桓公是什么人？人家门生满天下，
曾经可是堂堂的从三品银光路大夫啊，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，你小子可千万不要没大没小的。中坛，你这话可不妥。小峰见村民疾苦，便挂于心上，今儿个发明出了这驱蚊神物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此物来扶持百花村的村民们，而不似老夫以耳顺之年依旧在原地踏步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咱们月下煮酒，把酒论天下。这是你发明的？正是。对了，季大人，这玩意儿驱蚊效果极好，待会我也送你几盘，不过还得请季大人在那衙门里帮晚生推销一二。若是真有驱蚊效果，本官自然会为你推荐。你是打算将这玩意儿放在百花村去生产？不瞒季大人，那百花村晚生去了2次，感触颇深。他们过的那日子猪狗不如啊，人人面如菜色，个个家徒四壁。晚生见不得别人穷，于是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晚生并没什么太大的理想，就是心思一屋不扫和扫天下。扫天下这种事情太大，晚生就想扫一屋罢了。好一句一屋不扫和扫天下。来来来，贤弟就凭着一句话，老哥敬你一碗。这小子原来有如此伟大的理想抱负，他现在准备扫一屋，那以后是不是就能扫天下呢？中坛啊，你也应该为梁邑县的老百姓多想想。当年你求学也有一番救国救民之心，老夫希望你勿忘初心，勿忘曾经的理想抱负。恩师教学的对，我当向小峰学习。这就对了，小峰意图在百花村建设着蚊香作坊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他做好了，这也是你的政绩嘛，批地批文什么的，你这父母官当福气上马再送上一程，何况他还是你的女婿。我怎么就成了季中坛的女婿了？来，我先敬季大人一碗。过了一会，他给张桓公季中坛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饼，然后寻了个由头，带着智蕊就离开了。先生，江晓峰说什么需要500亩地来建设标准化厂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中坛啊，这说明小峰要大张旗鼓的干。他不是说了吗？山地就行，不占用耕地，这多好。那百花村后山不是有许多山地吗？给他就行。至于标准化厂房嘛，总之你大力支持。志蕊，明个去看看这梁义城有没有铺子能买下来最好，咱们卖蚊香要用，这事得快些。好，明天我就去牙行问问。江晓峰，拿命来！江晓峰，拿命来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这大晚上还有人敢劫色？兄弟们，上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卧槽，莲子扎手啊！别怕，先解决这女的。姑娘别怕，我来也。你没事吧？江晓峰，你这登徒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我真不是故意的呀！小心身后。哼，还跑了一个。江晓峰，这3更半夜的你跑这3位书屋来做什么？我若是说恰好路过，你信吗？哼，你这人诡计多端，哪里有这要巧的事？我又不是坏人。你不是坏人，你讹我银子，难道你还是好人？另外，我那大白马的毛是不是你薅的？说。我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薅你的毛了？姑娘，咱们现在做正事要紧，赶紧将这几个匪人送去衙门。跑了一个，肯定是去通风报信了。我还想着问问这幕后的凶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群人本来是冲着你来的？这么说，本姑娘救了你一命，算是吧。那正好，拿银子来。你自己一条命值多少钱？自己估个计。怎么，你的命就值1个铜板？多1个子也超过了我的命，不如你杀了我算了。那我就杀了你。不要，这位姑娘，要不你杀我好了。哎，没想到啊，居然还有人为你卖命，那本姑娘就成全了你们。住手！快跑！他妈的江晓峰，对你小姨子下手也这么狠！
少爷，那姑娘明摆着是吓唬你的，你跑什么呢？是啊，我跑什么呢？要论起来，人家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虽然那姑娘和自己八字不合，但这恩情却是实打实的。倒是来福那一棍子下去，可不要将人家给敲出个好歹。少爷，救我！你起来，少爷一定会救你的。小银就知道少爷比我爹还疼我。行了，你想活命就给我起来，明个去寻个武器铺子，买2张弓2把刀。少爷，您不是应该给我点银子，让我星夜里程去避避风头吗？卧槽，人才啊！你去避了风头，万一那姑娘真被你丫打出了问题，我特么怎么办？死道友不死贫道，我当然不能放你走了。来福啊，你想想，那姑娘身手如此厉害，没事的。再说了，季大人不是要将他那女儿嫁给少爷我吗？我要成了季县令的姑爷，你坐几天牢房，少爷自然会将你给保出来，怕什么？啊，对，少爷果言大义，全凭少爷安排。行动失败，他们被捕了。为啥会失败？江晓峰早已知道我们的计划，他在梨花巷子里藏着一个女高手。这么秘密的计划都泄密了，不应该呀。那女高手有多高？以小人之见，怕是有3层楼那么高。你别拦着我，你可别乱来，爹爹可是吩咐过的，这事儿你不能寻他麻烦，爹爹可是还指望着他做些政绩出来呢。哼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江晓峰一个神经病能够帮爹爹做出什么政绩出来？就凭那蚊香，为了百花村的那些村民，这件事你就忘了吧。啧，那群匪人来路不明，这一次不成，下一次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。再说下一次也没那么好的命恰好遇见我了。我说妹妹，给你个赚钱的差事，你干不干？你还能有啥好差事？难道又是叫我去凉州进货？不是，姐姐，请你保护江晓峰的安全。姐，你没有搞错。哎，他不能死啊，他死了爹爹怎么办？他又不是爹爹的儿子，他死了关爹什么事？应该是他死了你怎么办才对吧？你不是喜欢当游侠吗？姐，请你给他当保镖，如何？你就不怕我和他日久生情？想啥呢？我要你暗地里保护他。哼，不干，他可是我的仇人，若是真有人来杀他，我可巴不得1个月10两银子，得加钱。季大人好，小峰来了。昨晚的4个匪人倒是招了，可没抓到主谋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所以小峰啊，这以后呢，你得当心着点。不过你现在在为百花村的村民们做事，也算是在帮我做事。所以呢，我将刘能刘捕头给你，有他在你身边，你大可以放心行事。多谢大人抬爱，刘大哥，从此以后，百花村数百口人的命运，季县令的前途，可都交到你手里了。这话需要说的那么明白吗？请季大人放心，只要小人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保证江公子安然无恙。好，办好这件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多谢大人。对了，蚊香铺子找好了没有？还没去找呢。如果大人有知道合适的，晚生可买可租。杜师爷，待会一并把这事帮小峰解决了，把3位书屋隔壁的那间铺子收回来，小峰的蚊香就放那个铺子去卖吧。还有，那地百花村后山都是荒地，没什么用，让杜师爷和你一起去一趟，多画点也没事，都画到你名下。多谢大人，那晚生现在就去落实作坊的事，告辞。男人只是买了几块田，村里的百姓每个人都提心吊胆，甚至半夜都会被吓醒，只因他们都是靠租田而生的佃户，换一次东家就相当于换一次命运。好一点的主家打骂涨租，但是百姓最怕的就是撤店。东家是东家吗？是我。东家是又来看田了？不是，田有你侍候着我放心。李大爷，今天有点其他事，走，先去你家里坐坐。这东家身份尊贵，小老儿那家里乱得很，怕污了少爷您的眼啊。怎么不欢迎我这个东家？啊，不是，真不是。那就好，带路。喂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？李大爷家的田换了主人，可惜了。原来那个女主人多好，简直是菩萨心肠啊！可不，
你们说李大爷家里现在这情况，那少爷若是知道了，他会不会收回这田？这可不好说。可怜了妞妞，才8岁，若是真将这田给收了回去，他们一家3口可怎么活呀？老婆子，东家来了，去烧点开水。东家，差爷，请坐。烧水就不必了。李大爷啊，你也坐下，咱们聊聊天。你家里有几口人啊？回少爷，就小老二和老婆子带着一个生病的小孙女。你儿子儿媳呢？儿媳妇早年失足摔死了，儿子也走了，说是去凉州闯荡，可这一走就是多年，连书信都没有一封。小老二就当他死在外面了。东家让您笑话了。这你那孙女得的是什么病？大夫说是肺痨。肺痨。江小峰也被吓了一跳，因为肺痨这玩意儿可是会传染的。要知道，这是在这古代，肺痨是和风寒天花并列的存在，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。不对呀，既然是肺痨，那李大爷和大娘怎么就没被传染上呢？小峰，咱们离远点，这病要命啊！无妨，大夫交代将你孙女隔离了吗？少爷放心，小老二进出我孙女的房间都会戴上眼镜。现在东家知道了，他会不会收回那些田呢？你别紧张，你孙女刚发病的时候是不是有打喷嚏、流鼻涕，然后咳嗽开始加重，咳嗽时甚至会出现痉挛，就是抽筋。啊，对，和少爷说的一样，这些症状更像百日咳，可苦了这小丫头了。不过想进一步确诊，还需要听音。走，带我进去看看。不行，少爷，那是肺痨，一旦惹上，估计就连华神医也治不好。我知道，把你手绢给我。志蕊嘟起了嘴儿，不甘不愿地将手绢递给了江小峰。少爷，这不好，危险。是呀，江公子，你不能进去。放心吧，少爷，我是华神医的徒弟，我不保证能够治好你孙女，但也有8成把握。卧槽，他这是又犯病了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华神医的徒弟，这恐怕要坏了华神医的名节啊！少爷，您的心意小老二领了，若是少爷有个3长2短，小老二这贱命也抵不了啊！哎，这就是农人的淳朴啊！那我自己进去了。奶奶，我想出去晒晒太阳，好不好？妞妞，你不能出去。爷爷回来了呀。爷爷请了个神医来给妞妞治病，妞妞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哇，不是说神医都是白胡子老爷爷一样的吗？爷爷这又是在诓我的心。我这病我知道治不了，爷爷您就别费心了，也别再给我抓药了，那样你和奶奶就可以吃饱饭了。好孩子，爷爷那是不饿。好懂事的小姑娘，看起来就是典型的百日咳症状。妞妞是不是觉得呼吸有些困难？妞妞放心，少爷我能治好你。真的？若少爷真能治好妞妞，妞妞一辈子做牛做马服侍少爷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们拉钩。妞妞这并不是肺痨，而是百日咳，你得将妞妞弄出来晒晒太阳，增加一些抵抗力。其次，生活上得好一点。这是妞妞卖到我府上的定金，用这银子给妞妞多买些好吃的，然后明个我带药过来教你怎么熬。小老儿多谢少爷。你先别谢我，还有一件事少爷要交给你做。请少爷吩咐。带我们去后山看看，县太老爷给少爷批了一片山地，这地方你熟，去帮少爷我长眼，选块好点的山地。还有我要在那建一间作坊，你呢就是少爷我在百花村的管家了，月钱嘛，100文好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令李大爷愣了许久。100文，还是每个月100文？要知道每日出生入死的留捕快月钱才80文钱啊！以后小老这条命就是少爷的了。赶紧起来，走，我们去后山。少爷您看，这是沙土，无法种植小麦粟米，下面还是沙石，土壤贫瘠，作物无法保水生根，所以这简直是给土豆量身定做的呀。是啊，没什么大的用处，不过建作坊倒是无所谓。杜师爷，您看着办吧。刘捕头，你上马去跑一圈，圈住的就是许公子的地了。好，师爷，我去就回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是让你上马跑，不是马上跑。过了足足10炷香的时间，刘能跑了回来。杜师爷，
小人跑了差不多有2000来亩地吧，4个脚小人插了棍子做了标记，你觉得如何？这他妈还能如何呢？你标记都做完了，我还能说不行？好人啊！行了，这就是你的了，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，我得回衙门交差了。杜师爷慢走。刘大哥，多谢了。李大爷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建一处长10丈宽6丈的茅草屋子。把所有事情交代完之后，江小峰一行人回到了凉邑县，顺路又在药堂给妞妞抓了一些药材，便回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搬进去。轻点，摔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咦，隔壁在搬家。志蕊，隔壁乔迁，咱们是不是得送点什么？少爷，咱们家好像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也是，要不就给他们送几盘蚊香吧。算了，还是先吃饭，我来教你怎么做卤鸡。姐，你真这么急着就要搬过来？买这院子就是为了他，你莫要再劝我。再说这里也幽静，我很喜欢。咦，卤肉的味道好香，这堵该死的墙啥时候能够开一道门呢？喂，看够了没？看够了就下来，去铺你自己的床，别乱捅。怎么还能捅坏？哼，要不我捅你试试？赶紧下来，快去铺床。谁？男人身为铁面无私的捕快，第一天上班就碰见女贼，可他不但没有声张，更没有抓捕，甚至还给他打掩护，是垂帘美色，还是另有私情？二小姐，嘘，别嚷嚷，你就当啥都没看见。啊！哇，好香！江小峰，你敲我闷棍，所以再吃你一只卤鸡，算是给本姑娘补补，不过分吧？你啥都别问，吃鸡。好，先吃鸡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咱们锅里的卤鸡它又飞走了。怎么回事？那锅盖被揭开了，里面的鸡没了。来福说，是不是你偷吃了鸡，伪造了这现场？少爷，不是我呀，一定是有贼人进来咱们院子。这贼人也是奇怪，怎么就偏偏和我的鸡过意不去呢？刘大哥，本来今日出来我这府上，想着请大哥吃卤鸡的，却没料到这卤熟的鸡，他偏偏飞了。算了，不就一只鸡嘛，报案衙门也不会受理的，整点别的来对付一下吧。好吧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姐，你嫁给江小峰之后，得把他这一手厨艺给学到手。为啥？他若是夭折了，咱们至少还能有美味享用，不是？不许你诅咒他。哟，护犊子呢？我就护了又怎样？哼！悦儿，什么味道？好香！嘿嘿，你晚来了一步，刚吃完了。那再做一只呗，我也还没吃午饭呢。仅此一只，真没了。啥情况？隔壁做的。哟，这么快就这么熟了？这总不可能说妹妹去隔壁偷来的吧？对了，你跑这么快有啥事？据说你爹将一片山的话给了他，足足2000亩呢。听说他要在那地方做什么蚊香，你们知道不？蚊香就是驱蚊的东西，效果很好。至于那么多的山地，我不大清楚。星儿，去吩咐厨房给若兰做几道可口小菜。好。你家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让馒头变大一些？你呀，这哪里是药能治的，这得靠他自己长大。哎，那就是没救了。也不是，我听说成了亲之后，他可能会长大。真的？反正我是听来的，有可能吧？怎么，嫌小？星儿总是拿这个欺负我，不说这事了。今天开始我就搬这地方来住了，以后常来。对了，我那表哥说晚上来庆祝你的乔迁之喜，他在淡水楼订了一桌席面送来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累死我了，总算弄完了。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，将造纸术的各个环节给设计了出来。看看包里有没有妞妞能用上的药吧，明天刚好送过去。哦，这是个好东西，还正好能够应了妞妞的病症。就一颗玉米，这又是祖宗级别的神器啊！5月初1，虽然晚了一些，但气温还并不高，到正是时候。希望这玩意儿能够在这异世界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就在江小峰在捣鼓玉米的时候，朱仲举
和苏公子也到了季府。月儿小姐，隔壁江公子今日怎么没来？今天听说他去了一趟百花村，和一个村民家的孙女接触过，那孙女据说得的是肺痨，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请他过来的好。幸亏没有贸然去敲江小峰的门，万一这家伙惹上了肺痨，再把自己给传染上，那不狒狒了。这家伙怎能如此不小心？可不是嘛，他没事跑去百花村做什么？说是要开设个蚊香作坊扶贫。扶贫就是帮助百花村的村民们致富的意思。那蚊香成本就大致在50文钱，他说就卖50文，为的就是让百花村的村民们赚点微薄的人工费。这东西是个了不得的神物，若是别人先想的，肯定就是赚钱。唯有小峰想到的是让百花村的村民来做这个东西，让他们赚到钱，这便是实实在在的为百姓谋福利呀。我这个县令不如他呀。他竟然还有这样的胸怀。我家里虽为良义县首富，可自己何时想过老百姓？伯父，要建一处作坊可没那么容易，不知道江小峰可有什么困难，我等可帮助一二。无论如何，江小峰是我定下的女婿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往里面砸银子呀。再说他口袋里能有几个银子？那可是2000亩待开发的山地，这得需要多少？哎，他呀，多大的困难都自己在扛着，就连我他也不肯相求，但我知道他缺银子。伯父，他缺多少银子？估计得300两银子。这好说，这300两银子算我的，我也为咱们良义县那百花村的村民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哎，贤侄啊，这可是一笔巨款，江小峰肯定是不会借的，因为卖那蚊香他没有利润，他拿什么来还你？小智不是借给江小峰，小智是送。我也是这良义县土生土长的人，他能够为村民着想，我朱重举别的帮衬不了什么，但这银子还是能拿得出手的。300两银子，我小朱认了，明儿小侄就送到衙门，请伯父转送于他。贤侄高义，我季中坛就先代江小峰谢过贤侄。来，我敬贤侄一杯。果然银子能够买来快乐。不行，后面的寻个机会再问问江小峰，可还需要银子？小峰，季大人为了嫁女儿，当真是舍得呀，足足300两的嫁妆，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嘛！大人，这是听说了你要为百花村的村民谋福祉，咱们良义县首富之家的公子朱仲举决定为小峰捐赠纹银300两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原来不是季县令在舍孩子套郎，吓得我都要舍身取义了。朱仲举，好像听过，他大义啊，这样的公子理当结识一番。大人，他可有啥要求？他还真没要求，你放心大胆的用吧。不过可得用在作坊的建设和原材料的采买上。晚生知道，等作坊建成之后，生产出了那蚊香，晚生再送几盘给那位朱公子。不是300两银子，你就给人家几盘蚊香。对了，小峰，老夫也搬去了你家隔壁，以后晚上若是有暇，常过来坐坐。我隔壁那处院子是大人你买下来的？这倒不是，这是我那长女妓院买下来的。小峰啊，咱们现在就一墙之隔，那婚书你若是收下，那堵墙就可以拆了吗？这以后呢，也就是一家人了。到时候你和月儿成了亲也方便，不是吗？大人，我其实很好奇一个问题，令院是不是对病人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啊？滚！哎，好嘞。百姓在农忙时发现奇怪的一幕：新东家不在城里喝茶听曲，反倒隔3差5就往村里跑。要知道，以往的东家最多是收获的季节来田间地头瞧瞧，但也绝不会进村子半步。所以江小峰的到来再次吸引了村民的目光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天妞妞还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呢。妞妞不是肺痨吗？怎么能出来？这要是惹上别人怎么办？人家李大娘说了，那少爷是华神医的弟子，给妞妞诊断了，不是肺痨，而是什么百日咳，说能够治好妞妞。你们不知道，那位少爷还买下了妞妞。一个小病篓，他买来做甚？谁知道呢？不过这也是妞妞的福气。如果治好了病，去给人家少爷当丫鬟，总比窝在这百花村好吧？也是。对了，昨晚李大爷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若是这少爷当真要在咱们后村建作坊，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好事。希望是真的吧？每天给10文钱呢，这可比种田划算多了。少爷，
上次拿的手绢还没还我，今天不能还要吧？妞妞，少爷给你送药来了。奴婢多谢少爷。不要和少爷客气，你是少爷我的人了。来来来，坐。李大爷，我跟你说说这药要怎样吃。汤药1天1副，每日服用3次。这个药每日饭后给妞妞服用半片，1日2次，记住了吧？这是什么药？少爷是华神医的弟子，自然有些不一样的药品。老头，我记下了。可要记得好生吃药，等你好了，少爷就把你接去府上。我让你做的事可有了消息？回少爷，昨晚小人召集了村民们，告诉他们您开了1天10文钱的工钱，要盖一间房子来生产蚊香，村民们自然愿意。不知少爷准备何时动工？明就动工，按照我画的图纸来盖。另外就是让一些妇人去收集艾草和浮萍，将它们晒干了，少爷我有用。还有，这玩意儿一并建了，建在那条河的下游，切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接下来，江小峰花了足足1个时辰，给李大爷讲了这造纸作坊以及器具，直到李大爷彻底将这东西给弄明白了，他才放下心来。暂时就这2件事，这蚊香作坊先建起来，然后让村里的妇人孩童们做蚊香，其余男子就接着弄这造纸作坊。改天你进城认个门，以后你遇见什么难事就去府上找我。现在看来，江小峰是真的要在百花村做点什么了，只是他怎么又会造纸了呢？纸这个玩意儿可老贵的了，最便宜的麻纸也得5文钱1张。少爷现在用的是桑皮纸，这玩意儿得10文钱1张。听说最贵的宣纸售价高达50文1张，所以若是真的造出了纸来，江府岂不是发达了？少爷，你怎么就会造纸了呢？少爷病好了以后呢，脑子里就多了一些东西，造纸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这就是少爷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我总不能说是为了欧使更舒服一点吧？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这是启动资金，来我府上实际的带上账册。对了，记住让妞妞按时吃药。走了。爷爷，怎么了？妞妞，可能咱们百花村的好日子要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姐姐，江小峰真的是给百花村的李大爷家送了药去。他走了之后，我也去了一趟。李大爷说他是活菩萨呢。这么说，他当真自己开了个方子给妞妞治病？他又不是郎中，他怎么能胡乱开药方呢？这药是能乱吃的吗？是呀，李大爷说江小峰说他是华神医的弟子。姐姐，你说华神医要是啥时候再来良义县，忽然听说了自己有个弟子，这弟子还将病人给治死了，华神医会是怎样的心情？恐怕会亲手打死江小峰。也不知道那方子究竟有没有问题，有空得去周氏医馆问问那里的大夫，希望别惹出麻烦。蚊香作坊那事如何了？李大爷说下午就准备召集村民们开始弄了。对了，江小峰除了这蚊香作坊之外，还让李大爷弄个造纸的作坊呢。造纸？对呀，造纸。我看了图纸，看不懂，但有模有样的，恐怕也是真的。而今大臣造纸的技术基本掌握在官府的手里，隶属于工部的造纸司。除了工部之外，这些行业通通掌握在6大家族的手里，行业的核心技术却被各大家族牢牢把控。也就是说，除了6大家族和工部之外，是没有人懂得这些技术的。若是他真能造出纸来，那岂不是就和宣州张家有了利益冲突？要知道张家族长可是户部尚书啊，这事儿你留点心，主要还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主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少爷，张桓公来了。老哥，今日怎么有空来老弟这？小峰，今日前来有一事相求，你可无论如何都得答应老夫。何事？端午竹林书院文会，你呢，本来也是竹林书院的学子，所以到时候一定要来参加呀。就这事，老哥，你这是太看得起我了。竹林书院学子800，何需要我去凑个热闹？我可是和北秀书院的魏老打了赌的。打什么赌了？我说本次文会，文魁必然落在良义县。啊！自古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不是老哥，谁给你的自信啊？不过若是自己真出马，凭着脑子里的那些诗词，要夺个文魁好像不太难。对了，这年头没点家底的人可读不起书。再说文人好面子喜攀比，正好可以卖一些蚊香给他们。若是拿了文魁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就是得老夫举荐入朝为官；第二，可得纹银100两；第三，诗词可推荐入文风格。老哥啊，仅此一次，我本闲云野鹤，非为名利，你是知道的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只管说，
老哥统统应下。好，我要这次文会的冠名权。啥叫冠名权？啊，就是将这场文会命名为百花蚊香端午文会。另外，我要在竹林书院投放广告，就是拉几道条幅，弄一些小旗这样的玩意儿，这不也能给这文会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吗？这好像有些违和。凭着自己的身份，自然是没有问题。若是赢了位老夫子，那可是白银千两，老夫未来几年的生活费就够了。没事还能听个曲。好，只要老弟你拿下魁首，你想弄啥都行。这场文会办下来，百花蚊香甚至百花纸业这个八字还没一撇的东西，必将名动良邑县。放心，我到时一定给老哥你长脸。少爷，朱仲举和苏平安求见。大金主，那还不赶紧带进来？两位公子，里面请。不容易啊，300两银子的入门费才能见一面，确实不容易呀。在下江小峰，敢问哪一位是朱公子？江公子好，这位就是朱重举朱公子，在下苏州苏平安。在下朱重举，听说你为百花村的村民们做的一些事情，敬重你的为人，特前来拜访。哈哈哈，朱公子果然是性情中人，爽快。来，两位里面请。听苏公子口音，不像是咱们良邑县的人啊。在下从苏州来。哦，前八景，后八景，续四景，东西望月，南是小烟，北山春跳，水村鱼笛，长山蓝翠，还有第一水乡之称的针锋里。苏州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啊。我是不是生在了假的苏州？他说的我咋都没听过。江公子博学，在下佩服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。苏少爷，你家是做丝绸生意的吧？在下家里主要是当官的，这丝绸生意是顺带做。朱少大名，在下也仰慕已久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人中龙凤。惭愧，家里有几个臭钱罢了，文才没有一斗，哪里当得起什么人中龙凤？还是江少的所作所为，实为我辈之楷模啊！哎，不瞒朱少，有了你大义相赠的300两银子，百花村最多2年就可脱贫致富奔小康。这蚊香是百花村脱贫的第一步，算不得什么大事情。而这第二步，我打算在百花村建立一个造纸作坊。这东西是未来百花村的主要支柱产业，我想的是将这个产业做大做强。这个造纸作坊的规模大致占地300亩，日产纸张3000斤。一个巨大的饼就这样被江小峰给画了出来，他们俩也被江小峰之后的计划给吓到了。这家伙当真是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来。当然，毕竟人多力量大嘛。比如苏公子，我估摸着苏公子以后也是要入仕途的。这件事可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功劳，不知两位公子愿不愿意？他居然将这么大张饼抛了出来与我们分享，这就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吗？这样的人才堪称人中龙凤啊！江公子高义，我朱重举日后以你马首是瞻，此后听凭江公子差遣。江公子，在下也愿意奉上纹银300两，为百花村百姓那啥。对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伟大事业，献上一份微薄的力量。这件事就以我们3人为核心，其中我出谋划策，朱少为主要负责人，这蚊香和纸就依托于苏少的渠道去打开销路。但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这2件事是公益事业，它没有利润可言，渠道回款的银子得交给我来统筹，为的是百花村将来能够更健康的发展。若是你们2位同意，咱们得白纸黑字写清楚，共同署名，算是协议，不知2位可有意见？江公子无反对。这古人还不好忽悠了。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我清楚，万万当不得这事儿的负责人。朱兄啊，你知道我有病，这是需要较长的时间，而我在这件事中的影响力越小越好，这样才便于朱兄以后去继续完成这伟大事业啊。他这是要深藏功与名，却要将这功与名送给我们2人，这是一份多大的恩赐！我会成为良邑县的大善人，会得所有百姓的尊重，甚至极有可能名动2州。对我而言，收获的却是一个能体察民情、带动一方富裕的绝佳考评。他什么都没有得到，甚至还要操心账目的问题，却送了我们一场大富贵。估摸着他命不久也，这件事我们2人当一肩抗下，尽量让小峰能够轻松一些吧。江兄，感激的话我和朱少就不多说了，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2人的兄弟。这是300两银票，让江兄操心了。是蕊嬷嬷，
也不知他最近在干嘛。姐姐，我算是弄明白了。前2天他带着朱仲举和苏平安去了一趟百花村，看模样那2个公子似乎在跟着他捣鼓蚊香的事。昨天朱仲举带着他的10来个家丁弄了许多的条幅，还有5颜6色的小旗。你不知道，其中最大的那张条幅就挂在了书院外，你猜写了什么？上面写的什么？百花蚊香端午文会，欢迎您的光临。书院里面也有足足10来张条幅，我看张老夫子的脸都绿了。他们在一起就是做这个事。还有姐，他那条幅其中有3幅不是写的姜氏蚊香，那写的是啥？写的是百花纸业。难道他真是要在百花村造纸？那肯定的了。对了，那些用来做条幅的布，全是朱仲举从自家铺子里取的，据说差点被他爹给暴打一顿，简直是疯了。走，咱们去书院瞧瞧。桓公，这算个什么事？我是答应了他在这文会拉扯条幅，但我也没有想到他搞成这样啊。这一幅挂在前面，那个谁，茅房的屋檐下也去挂2幅。这文会要开那么久，他们肯定得去厕所。还有，把所有的桌上都贴上这小广告，蚊香和百花纸各贴1张。对了，咱们做的扇子好了没有？去给我催，若是不能按时交货，告诉何瘸子，老子要他赔到破产。常举啊，你不觉得这样气氛更浓郁了吗？你瞧瞧，这偌大的会场，到处都是彩旗飘飘、5颜6色的，是不是显得更生动活泼了许多？老夫倒是以为，在这样的氛围之下，恐怕还能够激发学子们的灵感，对吧？你分明是在张嘴说瞎话。这么奇异的东西，不分心思就不错了，哪可能激发他们的灵感？哎，算了，这文魁当真会落在咱们梁邑县，是落在你竹林书院。张老夫子想了半天，也想不明白张桓公为何如此笃定。江小峰，你小子还有心思搞这些玩意儿，是不是没有将文魁放在心上啊？若是拿不下这文魁，我的这张老脸丢了倒无所谓，可老夫心疼那1000两银子啊！先生，这是不是很震撼？你记住了什么？学生记住了百花蚊香和百花纸业。你看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小峰要的效果。又是谁在想我？哎，苏兄，其实我是不想去参加这文会的，可为了咱们的广告能够宣传得更好，这才和张桓公达成了协议，我只好去将这文会的魁首取了。有的人生来就在山巅，而有的人拼尽全力，也却一辈子都是草芥。科举的考场就是读书人的战场，单从乡试到殿试，落榜的学生才子又何止万计，但真正能鱼跃龙门的又有几人？而在古代，科举并不是唯一选择，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，那就是托关系走后门，也俗称举荐。只因成为文会的魁首，就可以获得举荐名额，所以凉州各地来了数以千计的学子文人，就连酒楼的生意也变得异常火爆。从凉州北秀书院来的北秀3杰也不例外。此刻他们正好来到了淡水楼前。你们瞧瞧，那是不是水阳县的大才女柳烟梅？还真是她。柳姑娘好，半年过去，能够相遇倒是个缘分。我家师兄对姑娘的那首《临江仙》中秋赞不绝口，说柳姑娘不让须眉，令他极为佩服。所以在下想，能否请姑娘同聚？拿9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女子未曾料到，这梁邑县的小文会还惊动了3位师兄。看来这梁邑县的这场文会没有悬念了。哈哈哈，姑娘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朱仲举和苏平安还有江晓峰也来到了淡水楼。3位公子好，你就是这里的掌柜，给我们来一个雅间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公子，雅间没了。陶掌柜，老规矩。好嘞，2楼仙客来雅间请。你特么不是说没有雅间的吗？怎么这淡水楼还没有个先来后到了？你是怕我们得不起银子还是咋的？公子是这样，这位朱公子早就订了一间雅间，诸位公子却是来迟了一些，楼上的雅间真没有了。他给了多少定金？我出10倍。朱公子不是给了100两银子的定金吗？这不是睁眼说瞎话。哪里的酒楼需要100两银子的定金？这一桌席面才不过区1-2两银子。这位兄台看起来也是个读书人，是来参加文会的。啊，是呀，准备拿个魁首。这话一出，齐文杰那一群人，甚至这大堂里看热闹的人，顿时都笑了起来。
这是谁给他的自信？居然敢口出狂言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那不是凉州北秀书院的北秀三杰吗？完犊子了！他们来了，我们哪里还有希望？北秀三杰是什么东西？很出名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不管它，又不影响你夺得魁首。走走走，喝酒要紧。这凉邑县还有如此猖獗的主意？等等，咱们打个赌，我这有一副对联的上联，若是你们能对得出下联，我们甘拜下风；若是对不出来，也不需要你们赔礼道歉，把雅间让给我的，如何？神经病！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房间，谁吃饱了和你这对联？再见。他们走了，就在所有人震惊的视线中，就这么走了。那少年是谁呀？鬼知道，不过在下倒是佩服他那脸皮。李兄此言不假，他居然敢说要拿魁首。莫要说北秀三杰，就凭李兄的文采，他也万万没有可能。林子大了，什么脑都有。这凉邑县屁大个地方，那少年没见识也很正常。你们大惊小怪什么？哼，那厮倒是聪明，没敢应下，否则本公子定要叫你好看。算了算了，别为了那无知小辈影响了咱们喝酒的心情，就在这里坐吧，倒是热闹的紧。好，那就委屈齐兄和柳姑娘了。掌柜的，把你这里的拿手好菜都上来。好了，公子，这前面的6道菜皆是本店的招牌，就是价格您瞧瞧，会稍微贵一点，但小人保证几位公子小姐吃了之后会赞不绝口。掌柜的，你家开黑店呀？一道豆腐200文钱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这个算是6道菜中最便宜的，公子若是觉得贵了，可点这后面的，您瞧瞧。你这是瞧不起本少爷？那就把这6道菜都给本少爷上来。咱先把话搁在这里，若是不好吃，别怪本少爷砸了。等等，这里是凉邑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好像不太好砸。掌柜的，若是不好吃，你可得赔我2倍的银子。人家明码实价，若是吃不起，这凉邑县还有别的馆子。若是怕味道不对，本少爷这里还剩下了少许，你大可以来尝尝。为了几两银子难为人家掌柜的，身为读书人，还要不要点脸了？你又是谁呀？本少爷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，北都后府老三罗灿灿。怎么，是不是要本少爷也对对你的对联？这位少年这话一出，顿时满堂皆惊，鸦雀无声。北都侯府，这是一个他们根本就难以忘记的存在。北都侯罗焕熙，大臣5后之一，曾经的大臣刀一右指挥使，封地就在这北凉府的靖州，距离凉州仅300里距离，掌管着大臣北境足30万大军，其中就有大臣刀骑3万。掌柜的，你家的这几道菜味道确实不错，比我家里皇上赐给父王的御厨做的还要好吃。我就想问问你，这方子从何而来？回三少爷，小人不敢欺瞒，这方子是从咱们凉邑县江小峰处得来。江小峰，就是那书呆子后面还得了疯病的江小峰。正是。那掌柜的能否带本公子去见见那位江小峰？啊，这怎么不方便？不是，三少爷，刚才上楼的那3人中间那位就是江小峰江公子啊，就是说要夺了这次文魁的那小子，看来有点意思。可不是嘛。要不咱们上去认识一下。三少爷，这事儿再等等。好，也不知道那疯婆娘追到哪里了。走吧。做人呢，大气一点。另外，在凉邑县收敛一点。你瞧，本少爷都不敢在凉邑县嚣张，你狂吠个屁啊！我操！居然在这里遇见了北都后府的三少爷。据说这位三少爷的剑可厉害了。当然，人家师傅听说是西来剑宗那位宗主大人，大臣剑圣李黑白。是啊，听说三少爷的剑已经得了这位剑圣的7分火候，放眼天下也已经是了不得的高手了。你们说像他这样高贵的人，跑这破地方来干啥？别瞎打听，小心祸从口出。有的人生来就在山巅，而有的人拼尽全力，也却一辈子都是草芥。科举的考场就是读书人的战场，单单从乡试到殿试，落榜的学生才子又何止万计，但真正能鱼跃龙门的又有几人？而在古代，科举并不是唯一选择，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，那就是托关系走后门，也俗称举荐。只因成为文会的魁首，就可以获得举荐名额，所以凉州各地来了数以千计的学子文人，就连酒楼的生意也变得异常火爆。听说这江小峰脑子有精神异常之症。可不是嘛，凉邑县人都知道，所以他说要夺了魁首，那不过是疯子言语罢了。
人们议论纷纷，居然所讨论的全是那江晓峰。大名鼎鼎的北秀三杰就这样被所有人给忽略了。和齐文杰同坐一桌的柳烟梅也被江晓峰的故事吸引。听说季月儿和那江晓峰有了婚约，解除了。季县令哪里会将女儿许配给一个疯子？你恐怕不知道吧？听说季月儿在江晓峰隔壁买了个院子，好像是要回心转意了。这话被下楼来接安和花几人的朱仲举正好听见。哼，人家江晓峰和季月儿郎情妾意，你们吃饱了没事干，在这嚼啥舌根子？你又是谁呀？我是朱重举，土生土长的梁邑县人，有关心别人私事那闲情，还不如多想想明天的文会。我告诉你们，江晓峰既然说了他要那魁首，其实你们吃了这顿饭就可以回去了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梁邑县的人当真是狂妄啊！那疯子若是都能夺了文魁，本少爷明天跪在面前叫他一声江爷。江晓峰若是夺了文魁，老子吃降半斤。你们也是和这梁邑县的土鳖较个什么阵？他们就是井底之蛙，哪里知道这天下之大。好，老子记住你们了。明天若是江晓峰真夺了文魁，你们这些发过誓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等，你若是输了当如何？我若是输了，请你们所有人在这淡水楼吃3天3夜，再去对面的兰闺房逍遥3天3夜。一言为定，请文杰兄3位作证。好，若有违约者，天打五雷轰。等等，原本已经出去的北都后府三少爷，居然在这时候又走了回来。众人顿时鸦雀无声。刚才你们打赌，这是本少爷听见了，恰好明儿个本少爷也想去那什么文会上看看，这裁判之事就由本少爷来做，保证公平公正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本少爷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愿赌服输，却也要笔墨为重。取笔墨纸砚来，把刚才你们的赌约的白纸黑字落在纸上，免得有人过后不认账。各自写吧。别怕，那文魁是那么好拿的吗？对，把名字署上。掌柜的，拿一方印泥来，你们摁个手印。这还差不多。在罗灿灿的监督之下，刚才立誓的诸多少年写下了誓言，签了名，还摁了手印。当然，朱仲举也不例外。你告诉江晓峰一声，好生活着，来日方长。走了。若是江晓峰能够入了这位三少爷的法眼，这家伙以后在梁邑县，不是在整个北京都能够横着走了。姐姐这银子不好挣啊，她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哎，本姑娘可还没有吃饭。三少爷说好的绝不惹事。傅伯，你说南都后府那种女人，她会不会也追到这梁邑县来？这是毕竟三少爷您做的不太妥当，惹了叶小姐生气，人家千里追来也正常。那就是说这梁邑县不宜久留。本来明天一早就该走，可三少爷你又掺和了人家那赌约，至少就得在这梁邑县再待1天。好吧，咱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。罗灿灿在经过那棵树的时候，陡然出了一剑，剑光在黑夜中悄无声息地闪过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被发现了，单凭这份感知，似乎和娘都差不多了。这小梁邑县还能是谁？3000文人学子，5大才子才女，连续赶路7天7夜，北秀书院精英进出，只为夺取文会魁首，获得举荐名额。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竟被一个疯子碾压全场。你凭什么觉得自己会夺了那文魁呢？胸藏文墨虚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不是我小看天下文人，若是要论作诗词，我恐怕天下无敌。对了，那位三少爷叫我带句话给你。他带了什么话？他让我告诉你一声，好生活着，来日方长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和那罗灿灿也不认识啊。江公子，莫非就像戏文里演的那样，你的真实身份是北都侯府的私生子？想啥呢？你见过这么凄惨的私生子的吗？哈哈哈，也是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再回去时遇到了季星儿，从他们口中也得知，她就是自己的小姨子，书店的白衣女子便是季月。我有眼无珠啊！我是多么愚蠢，才拒绝了季县令送来的婚书。不行，得去将那婚书给要回来，准备一下，咱们出门去县衙。少爷，不是去参加文会吗？至于文会，这显然没有落实漂亮老婆这件事更重要啊！就算让他们半天又如何？就在这时，诸多文人学子也来到了竹林学院。我们是不是来错了地方？不是竹林书院端午文会吗？怎么叫百花闻香端午文会了？
别急别急，怀孕了算谁的？没错，这里就是竹林书院。这蚊香是个啥东西？不知道啊。蚊香这东西是驱蚊佳品，点上一圈，蚊虫退避三舍，可安神读书。江晓峰做出来的啊，就是扬言要夺了魁首的那江晓峰，那就是风言风语，你们就当个笑话听听得了。你们说说，他是怎样说服了竹林书院，明目张胆地挂上了这样的横幅？若不是早已准备好了诗词，只怕会受到这些狗屁玩意儿的影响。这竹林书院狡猾啊！哼，意图乱了我党的心智，不入流的手法罢了。诸位学子们，肃静！百花蚊香，天下无双。现在我宣布，由百花蚊香冠名的百花蚊香端午文会现在正式开始。这算什么？这还是文会吗？老夫便是张环，本次文会，老夫将行使手中的这份举荐名额，所以诸位学子们，请拿出你们的真本事。接下来我宣布，本次文会之主题为夏荷。百蚊香，请认准百花蚊香。诸位，评审团由我们3人共同评审。百花纸业，擦亮生活，快乐由我。请学子们开始构思作答。这真的是文会吗？怎么感觉很像是宣传大会？这究竟是谁的主意？文人的脸皮都不要了。老夫可是按照你的吩咐完全照办了。你若是拿不下这文魁，看老夫怎么收拾你。咦，江晓峰人呢？老张啊，你这究竟是个啥意思？啊，就是想让这文会的气氛不要那么压抑。那蚊香真有那么好？长青是真的很好，老夫用过，蚊虫不近身，读书安然啊。你不是今天参加文会吗？怎么跑我这里来了？伯父，是这样，今年的雨水极少，麦子最多还有半个月就能收获。可若是这老天爷再不下雨，恐怕会影响到田里的稻谷。啊！你小子不去书院跑来这里，就是告诉我这个？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呀。可这有个屁的办法，千年农业不都是靠天吃饭的吗？其余地方我不知道，但百花村那地方我去过2次了。晚生寻思，大人完全可以修筑一处水库，水库建成便可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。这是个好主意啊。但是，一来是需要的劳工极多，二来是工期会很长，还有就是咱们梁邑县是真的穷。这可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，就算今儿这一茬庄稼赶不上，但明年这大半个县的庄稼就能受益啊！伯父，若你干成了这事，恐怕就能官升一级了。你来就为了这事？当然不全是。伯父，其实我没病，那婚书给我如何？老子前面送去你不要，现在你怎么就想明白了？这毕竟是夫人的主意，也是月儿的念想，便成全了他们吧。以后对我女儿定要好一点。岳父，您就放1万个心吧。混蛋！好嘞。大约过了1个时辰，竹林书院这里依旧静悄悄，黑压压的数千人坐在广场上，一个个皆在冥思苦想，时而又摇头一声叹息。江晓峰怎么还不来？莫非是怕丢脸？一手对造了大陈刀旗的风云人物江云楼，他生的儿子怎么就如此没落？输就输了呗，也是输的那叫朱仲举的营地。云楼先生100年才有一个，他的儿子不及他也实属正常。傅伯，你说江晓峰若是在这里，这时候他做出了那诗词没有？诗词这种事情需要灵感，更需要天赋，就像3少爷学剑一样，我们都没见过许公子做诗词，老奴哪里敢言？呀，他来了。借过，不好意思，百花蚊香，天下无双。这位兄台，待会去买蚊香，给你打个8折。这哪里来的神经病？他是谁？他就是江晓峰。那他不做诗词，空着手跑上来干啥？是呀，季玉儿，相公我来了。所有的学子都抬起了头，一个个无不震惊地看向了文台上的江晓峰。文台上的张桓公也一脸懵逼。这他妈都啥时候了？你小子不作诗，还在这谈情说爱，果然是年轻啊，分不清世界的轻重缓急。此刻季月儿俏脸像荷塘里的荷花一样艳红。哎呀，他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出来。许郎，娘子，等相公我做首诗词就来陪你。好。老哥，今儿的题是什么？你小子终于想起还有正事要办了，题为夏荷。这么简单？老哥，借你执笔一用。小峰啊，你不再好生酝酿一番？没空，我媳妇还等着呢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诗词这个玩意儿简单。他如此不要脸，真是坏了咱们文人的气节。你们竹林书院也是，怎么会让一个疯子来参加呢？他这分明就是在捣乱。
学子们顿时窃窃私语，说的皆是江晓峰的不是，似乎忘记了这是一场重要的文会，而他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落笔。老哥，搞定，我走了。短短4句，看似平平无奇，但他们却分明在这首诗里看出了不平凡的意境。好诗，这首诗必然是本次文会之魁首。不行，老夫输了那1000两银子无所谓，但举荐名额可就和我北秀书院无关了。且慢，数千学子在文会上遇见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他们眼中的废材小垃圾，竟然3夕就做出一首绝佳诗词，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，就连院长也质疑是否抄袭。看来这天下除了北魏的一个七部老人，咱们大臣似乎也要出一个3夕男。不可能，天下学子不计其数，可也没听说3夕成诗的。他定然是昔日所作，今日抄来罢了。可这也是他做的呀，抄自己的算抄吗？何况还是没有流传出来的诗词，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已经完成作答了吗？怎么还有事？江公子平日可有作诗词？偶尔。可老夫听说你在竹林书院读书10余载，可从未曾做过诗词。哦，魏元正，你这话的意思是不相信这诗是我所做了？老夫对江公子做的这首诗颇为怀疑。那魏元正认为这首诗是好还是不好？老夫承认这首诗确实不错。这么好的诗，你居然仅仅是说个不错，老夫却认为这首诗极好，甚至老夫还敢说这首诗定然是今日之魁首。张桓公这话一出，下面的学子们顿时哗然。什么？江晓峰做的那诗能夺魁首？张桓公会不会是偏袒了江晓峰？是啊，咱们都还未曾交上答卷，桓公就做出了这样的定论，会不会是太武断了一点？桓公息怒，老夫并不是说这首诗不好。听说江晓峰得了精神异常之病，他还能做出如此好的诗来，这说出去恐怕无人会信。咱们这文会的公平公正，只怕会受到质疑。这若传出这凉州，恐怕会成了天下人眼底的笑话。哦，那你想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再写一首诗词出来，同样是下河。若是水平和这首小池相当，老夫便相信是江晓峰所作，他确实有经世之才。如何？有趣，傅伯，这算不算是那老头的阴谋？不，这是阳谋，江晓峰必须接下。若不接呢？你听听学子们的吼声，几乎所有的学徒都大声地吼叫了起来，就连梁一县学子也不例外。举荐的名额只有1个，那岂不是说我们都被淘汰了？这口肥肉既然老子吃不上，你江晓峰也莫想去沾了那油荤。这文会不公，只怕那江晓峰早已知了题目，并请了枪手早已写好。姬大才女，你确实长得漂亮，可为啥偏偏就瞎了呢？也不知道他抄了谁的诗，可惜啊，终究没能蒙混过关。你有什么资格对他指手画脚？井底之蛙，哼，我是井底之蛙，那就看看某人瞎了眼找的夫婿如何下场吧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姐夫下场如何关你屁事？你再逼逼信不信我削你？呀，这小姨子为了姐夫也是要拔刀相助啊！本姑娘告诉你，嘴里积点德，不然，哼，本姑娘撕烂你的这张臭嘴。傅伯，你说这姐妹2人是双胞胎，江晓峰若是认错了人，搂错了对象，他会不会被他这小姨子给打死？就在此刻，台上的江晓峰说话了：“我知道你们不服气，我也知道你也不服气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和我比什么都可以，千万不要和我比做诗词文章。接下来我再做几首关于夏荷的诗词，但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若是魏老夫子觉得我的诗词文章还不错，你们所有人都得去买点蚊香，另外还得去隔壁的3味书屋里买一些宣纸。各位兄台，蚊香和宣纸更配哦。此词名为《浣溪沙·荷花》，四面垂杨十里河，问云何处醉话多？画楼南畔夕阳河。天气乍凉人寂寞，光阴须得酒消磨。且来花里听笙歌。他揭开了这张纸，浑然没在意此刻全场皆惊，全场皆静。他更没在意魏长青难以置信的眼神。下一首《荷花》。荷花5寸荷花娇，贴波不爱画传谣。香到熏风4、5月，宜能遮住美人腰。下一首还是荷花，毕竟西湖6月中，风光不与40同。
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够了吗？能证明我了吗？你倒是说话，不说我可就去和我娘子赏荷花去了。3首，1首词2首诗，全场的人都听了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何况是在台上的魏长青，他早已惊呆了。莫要说他，就算是张长举和张桓公2人，也早已震惊当场。片刻的时间做了4首诗词，根本就没停下来思考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？问大臣，问天下，还有何人能够在顷刻间落笔成4首诗词？不是说荷花都被古人写绝了吗？不是说再难写出新意了吗？可人家气都不带喘一口的，落笔之间就是3首，还风格迥异，栩栩如生，这怎么比？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的？真不是，作诗这种事情真的太过简单。这家伙说话一点都不谦虚，可为啥我就喜欢听他这样说呢？那你现在再做一首给我听听。好。这2人在干啥？那婚书还没送出去呢，就大庭广众之下贴得那么近，这样真的妥当吗？季月儿，廉耻呢？你不是时常要我矜持吗？江晓峰究竟对你说了什么甜言蜜语？怎么我觉得你就快投怀送抱了？季月儿，我代表凉州的女子向你挑战。柳烟梅的声音很大，顿时吸引了不少学子的目光。凉邑县大才女的名头，小女子早有耳闻，故而借着本次文会，和月儿小姐各自赋诗1首，以求3位老大人和诸位学子们评判，还请月儿小姐成全。无趣，我们走。不比了，虚名罢了，我不求那些。你站住！凉州第1才女就是你了，我现在没空，真的。你虚有其名，你配不上江晓峰。一听这话，季月儿就不乐意了，江晓峰就更不乐意了。我觉得你是烟熏到了眉毛上了头。季月儿是我的未婚妻，是你能够指手画脚的吗？老子正在和未婚妻热恋呢，你来插一杠子是几个意思？可我怎么听说继父已经收回了那婚书？你们这算什么？恬不知耻不过如此。这件事整个凉邑县人人皆知，按照礼仪，婚约未成，这男女之间莫要说牵手，就是见面，那也算是不守妇道。别怕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生瞧瞧。月儿和我之间的婚约早已定下，她本就是我的未婚妻。你们这些人，我看是闲得蛋疼。月儿不喜争强斗胜，却也不是你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。来，月儿，相公为你磨墨。江郎，这样真的好吗？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，别想那么多。谢。现在这算是夫唱妇随吗？柳烟梅，你不是非得要比吗？凉州第1才女这样的虚名有何用？你拿去罢了。好词啊，好词！不愧是老夫的学生。今日文会，而今已得5首极佳诗词，这其中的4首是老夫的忘年好友江晓峰所作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你们输给他是不冤的，因为就算是老夫在诗词上的造诣，也远不及他。刚才说过，他若是做出了新的诗词来，你们就得去买一些蚊香。你们所买的每1盒蚊香，都是在帮助百花村的村民们，他分文未赚。因为这是一件善事，老夫才愿意为小峰的这百花蚊香代言。他们没有料到他居然会去为那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做事，而且还是毫无收益的事。这家伙好像忽然没那么讨厌了。看来我也不会寂寞了。我是武学天才，他是文学天才，这样才更有意思嘛。哼，终究是小道，没有小道何来大道？师傅教我练剑，仅仅教了我一招，拔剑削他，完事。师傅说大道至简。那是不是往后侯府也多采买一些蚊香，帮江公子一把呢？这个主意好，每月采买2000两银子的蚊香，这件事你去安排。此刻，张桓公依旧站在文台上，看了看下面斗志全无的少年们，觉得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让他们买蚊香去。诸位，若是你们有信心能够胜过江晓峰，就请快快落笔；若是你们放弃，本次文会就此结束，散场。且慢！男人只是拿了一沓纸，就吓得数十位大汉瑟瑟发抖，有的甚至都湿了裤子。但这纸并不是房契、地契，而是他们自己签字画押的赌约。本少爷数3声，3声之后再不主动站出来，左右位。不主动站出来的，给本少爷揪出来，就地砍了。既然输了，当然得承受输了的代价。堂堂北都侯府的3少，居然跑到这破地方来管了这破事。还有刚才江晓峰说，若是他还能做出诗来，你们就得去那什么地方？梨花巷子。对对，梨花巷子的百花蚊香院。
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如果有谁没买蚊香，还是和刚才一样，打断一条腿，再发配到边疆充军。没拿到文魁不说，现在还得去买他的蚊香，这不是膈应人吗？哎，走吧。原本密密麻麻的人群，一时间都向梨花巷子跑去，生怕慢了一步。此时的江晓峰还在三味书屋跟妓院聊着天，丝毫不知文会上的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一直希望少爷能够娶月儿小姐吗？现在少爷终于开了窍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我为何心里如此难受？小姐即将加入江府，自己作为小姐身边的贴身丫鬟，按照规矩也是要去姑爷家里的。若是再按照更古老的规矩，自己可是要成为通房丫头的，也就是江晓峰的女人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只见许多的学子涌入了梨花巷子，偏偏却没有一句说话声，他们就这样沉默地走着，还一脸的愤怒。少爷，少爷，怎么了？外面来了好多好多的学子，恐怕是来找少爷你算账的，少爷快跑！晚上回来吃饭，我得先躲躲去了。掌柜的，蚊香给我来一盒。什么？这么个玩意儿50文钱一盒？不要就让开，掌柜的，我要一盒。仅仅一炷香的功夫，架子上的1000盒蚊香就被抢购一空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请诸位改日再来。这话一出，有人欢喜有人愁，毕竟后面还有近2000多学子没买到，这可不是在买蚊香，这是用50文钱在买命啊！掌柜的，怎么就备了这么一点货？赶紧的，叫你家作坊再多生产一些出来呀！好，我这就去，诸位别急。没买到的学子也迫于三少爷的淫威，不敢离去，只能在梁义城住下，等着补货。少爷，少奶奶进了家门，若是不喜欢志蕊，想啥呢？你可不是咱们府上的丫鬟，你是我妹妹啊！就算是少奶奶进了这江府的家门，你依旧是这府上的主人，直到你找到了喜欢的人，那时候少爷我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，但这江府依旧是你的娘家。我才不嫁人呢，我这一辈子就赖在咱们府上侍候少爷和少奶奶了。小丫头，这是你还没遇见自己的良人，若是遇见了，恐怕会巴不得马上嫁出去。当年的七步老人一生之中只有3次七步成诗，可江晓峰呢？他仅仅数息时间便成14首，这等文学造诣，就连七步老人恐怕都望尘莫及。你们说说，他的这些所作所为，像一个精神异常的患者吗？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蚊香，就是那蚊香。江晓峰发生如此大的转变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。你们想想，因为华神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，这药方就是那蚊香所用的材料，他把药方制成了蚊香，经过数月那蚊香的熏染，他的病早已经好了。不仅仅如此，在下还觉得嗅着这香味儿，脑子比以往清晰了许多。现在已是黄昏，该是用晚饭的时候了，可在下却丝毫未曾觉得饥饿。续姐所言不假，蚊香这个东西看来有极大的妙用。江晓峰此前可从未曾做过什么惊人的诗词，为什么今儿个他能一鸣惊人？这不是厚积薄发，而是在长期的蚊香的熏陶下突然开悟。所以今儿个江晓峰之胜，完全是拜那蚊香所赐啊！对，咱们得去多买些蚊香，有了这等神物相助，我等何愁不能高中？这蚊香居然是一件神物。只是那江晓峰也是傻，这么好的神物，他居然会拿出来售卖，居然仅卖50文一盒，赶明儿去买上1000盒交给宋安子。有了这1000盒蚊香的熏染，想来也差不多能够把周巡查使那儿子给熏开窍了。江晓峰并不知道一夜之间，百花蚊香从最初被迫购买变成了供不应求。前面月儿说，单单那些学子们就需要2000余盒，而且还必须买这蚊香。那不如让他们在梁义县多住几天，咱们客栈和酒楼的收入也会增加不少。这样，明天苏兄就去店里出一张告示，就说7日之后这蚊香才有的卖。他们若是不信，苏兄就带他们去百花村亲眼看看。朱少，派几个人守在百花村的那桥头，收参观的门票，一人咱们也不多要，1两银子吧。我操，这也太黑了吧！伯父啊，百花村附近可还有贫困的村子？有。往北五里的牛角沟村，那地方比百花村还要穷；往西10里的桃源村也有500来人。烦请伯父问问那2个村子里的村政，若是他们的村民愿意来百花村务工，工钱和百花村的村民们一样。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对了，水库这件事，既然是由贤侄提起的，莫如就将这胆子给接下来。
你莫要想着拒绝。我在衙门里给你设立一个河长官署，你亲任这第一任河长之职，就算是帮我一个忙，如何？啊，这季县令的思想也是超前的呀，亏他能想出这么个官来。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？此前我本想着读书入仕为官在为民，此后生出了那些变故，我已无意为官，但为民之心却未曾改变。我江晓峰见不得民皆有菜色，见不得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，更见不得民之言无笑脸。这水库是季大人倡议发起，我将在季大人的领导之下，将这件造福百姓之大事办妥办好，成就百年大业。小侄以季大人马首是瞻。在下惭愧，得将兄执高远之志，在下想求和将兄结为金兰之好，如何？我也意求。这个夜里，3个少年在季中坛的见证下结为了兄弟，一个首富之子，一个大家族少爷，一个落魄书生，命运的绳索也将他们就这样绑在了一起。当然，这个时候无人知道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会有多大。大哥，三弟，属下调查清楚了，那蚊香真的那么神奇？现在所有的学子们都说那东西是了不得的神物，不然江晓峰一个原本无可救药的疯子，他怎么可能夺得文魁？从明天开始，你给我盯紧江晓峰，我要这房子。是。有一家奇怪的店铺，店里明明没有任何货物，可门口却挤满了人，不仅有家境殷实的书生、名士，还有城中富裕的百姓。听说那蚊香是个神物，有开窍明目、提神醒脑的功效，咱们也去买一些回来给儿子用用。就连江晓峰那脑子都治好了，咱们儿子的脑子可没病，这效果恐怕会更好。娘子所言极是，我现在就去那蚊香铺蹲着。就在江晓峰前往周氏药堂买药材的时候，马车经过了梨花巷子，却没想到看见的是蚊香铺子外人山人海的模样。我去，这么多人，看来这一次得多买一些做蚊香的药材了。如今这般火爆，肯定会有人仿制，这方子也得改改了。江晓峰不知道的是，前脚刚出门，他就已经被人跟踪了。哼！掌柜的，叫人取笔墨纸砚来，我得再买一些做蚊香的材料。许公子稍等。哼，果然是年轻，这么重要的方子，他居然要在这里写出来。就按照上面给我包上吧。这方子你可得给本少爷保管好了，以后需要用到，我会派来福来取药。这方子可是我那蚊香的秘密，若是遗漏了出去，别忘了我岳父可是县令。许公子放心，这方子放在本药堂绝对安全。行了，叫小二取药吧。慢着，你这人鬼鬼祟祟的，莫非你想要盗取我那方子？我就是来抓一副样，哪里知道你什么方子？跑那么快，还说不是？幸好我留了一手。许公子要抓好了，一会就给你送到府上。不用麻烦了，掌柜，把药放我车上就行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好，我一会就去看看。走吧，来福，我们去百花村。本来是想去书屋看你的，没想到店门口那么多人。没关系，这里挺好。是啊，我也更为喜欢这里。鱼儿，等以后我赚够了银子，就把这里的所有田地全部买下来，当一个小地主，如何？啊，这里的所有田地都是娘亲的，他说要买下来，这也不知道娘亲愿不愿意呀。好，这也算是置办了一处产业啊。这算什么？左手倒右手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不是要修渠河水库吗？我就将这里弄成一个现代化的农场，就是让排灌更加轻松容易。这排灌系统却得一次建好，还得去说服别的田主。不麻烦的。为啥？人家恐怕不愿意这排灌沟渠占了他们的田地。我和这些田主挺熟悉的，到时候我去说服他们。好，走吧，去村里瞧瞧。少爷好。妞妞，吃了药，现在感觉怎样了？妞妞现在感觉好多了呢，咳嗽清减了许多，晚上也能睡得着了。妞妞能够捡回一条命，全是少爷所赐。等妞妞完全好了，就去少爷府上侍候少爷一辈子。也不知道是那方子还是那红霉素片的功效，但无论如何，妞妞的百日咳确实在好转，这就够了。
鸡蛋还在吃没？爷爷又买了一些，说是少爷您给的工钱。好，鸡蛋继续吃，可以吃些肉食了。另外呢，你的身子好了之后，可不能来少爷的府上。少爷是不是嫌弃妞妞？妞妞虽然小，但啥都能做的呀。傻孩子，少爷哪里会嫌弃妞妞呢？少爷是要告诉你，你该去读私塾了。少爷府上需要的可是能识文断字的人，明白吗？读书？那不是男孩子才能去的吗？这话说的，你瞧瞧这两位漂亮姐姐，她们可是读了很多书的人。妞妞啊，你必须去读书，书读得多了，你才能够明白做人的道理，才能知道活着的意义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爷爷呢？在后山，村民们都在后山。好，你乖乖晚安，我们去后山瞧瞧。读书很费钱的，是很费钱，我没那本事让天下农家的子女都能读上书，但让百花村的村民子女读上书，想来是不难的。这真的就是那闻香的方子，真是小人保证一个字都没有漏下。小人躲在一旁看了个清清楚楚，他也极为慎重地交代了药堂的掌柜要保管好这个方子。头儿，江小峰毕竟是个少年，他哪里会想到小人会在一旁窃取这秘方呢？听说那闻香作坊就在百花村，待会小人去那地方再瞧瞧，如何？好，你记住，还得拿到做这闻香的工艺。小人两个摊位竞争招工，工钱竟差了10倍。王家每天2文，不仅需要看家护院，还得偶尔客串一下厨子。而江家只是参与建设房屋，就给20文1天，若是把活干得漂亮，还另有奖赏，甚至老弱妇孺每日也有10文可拿。江少爷，好人啊！他还真要带着咱们百花村脱贫致富了。苍天开眼了呀！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可不，这天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？老妇人回去，我就给江少爷立上长生牌位。你们年事已高，本少爷受不起你们这样的大脸。本少爷曾经在季县令的面前发过誓，一定会带着百花村脱贫致富。我希望的是，3、5年之后，百花村像你们这样岁数的老人，能够在家里颐养天年。少爷，我们真的是穷怕了啊！是啊，少爷，我们虽然老了，但这作坊里的活也能干，你可不能嫌弃我们，也让我们做一点来补贴家用呗。今年所有能够干活的人，我都要。这么说来，家里哪怕是5岁的孩童，也能够来挣点银钱了。可不是吗？但明年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，我不要。江少爷，这个年岁的孩子，田间地里帮不上多少忙，但做蚊香却是最合适的啊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我打算在百花村修建一处学堂，不用你们负担1文钱，所有的笔墨纸砚一应由本少爷承担，但条件只有一个，就是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全部去给我读书，无论男女，统统都要去，否则其父母不得在本少爷的作坊里赚钱。读书那不是富贵人家的事吗？好是好，只是这孩子一旦进了学堂，家里岂不是就少了一个劳动力？看着村民们脸上的茫然，江小峰又说话了：我要账房先生月前2两银子，你们谁能胜任？我要技术人员得识文断字，还要会开车，这样的人才月前至少5两银子，你们谁能做到？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人群一片寂静，都惊讶于这么高的月钱，却没有人敢出来表态，因为他们真的做不到。所以这就是读书人的价值。你们的孩子读了书，如果读得好，我会供他去考举人，甚至进士。就算考不上，本少爷的身边也需要识字懂礼的人，明白了吗？道理就给你们讲这么多，你们记住了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对了，谁对渠山熟悉？待会带本少爷去瞧瞧。少爷，渠山小人熟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李二狗，经常入渠山打点野味来，改善一下生活。就是你了，这以后少爷我有来，你就跟着我。李大爷，走，去你家把这些材料调配好。李大爷，村子里有没有混混泼皮这样的人物？少爷，那是小人以前不懂事，现在能够赚到银子了。小人保证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人嘛都会犯错，知错能改善莫大焉。不过现在本少爷要交给你一件事。
请少爷吩咐，二狗保证完成。待会你去找几个精壮凶狠一点的汉子，守在文香院的外面。如果有外人来参观，凡是要进去的人，每人要收1两银子的门票。这事李大爷监督，这是本少爷为百花书院筹集的资金，是要用在大事上的。你就放心吧，少爷。少爷，您就不怕那些人学会了做蚊香的工艺？放心吧，配方在我手里，工艺这个东西不重要。李大爷，你的主要精力就放在百花纸业作坊的监督上，那才是咱们村的支柱产业，可千万不能马虎。放心吧，少爷，没问题的。我们东家说了7天，只要待上7天，就保证你们都能买到蚊香。这东西需要做这么久的吗？那蚊香作坊在何处？我等要去亲眼看看。对，眼见为实，谁知道是不是江小峰故意让我们等着的呢？大哥，当真是料事如神啊！嘿嘿，那便如你们所愿。诸位，这蚊香作坊就在百花村，此去10余里，倒是不远。你等若是信不过，自可前往一看。怎么办？闲来也无事，不如去瞧瞧。走吧。随即围堵在百花蚊香院外的2000多学子，尽数皆蜂拥着向百花村而去。与此同时，江小峰和朱仲菊也从百花村走了出来，便看见了远处长长的人流。那些学子们真的来了，大哥，你说他们真的会愿意花1两银子买票去看蚊香作坊吗？估计不可能全都去，但总是有那么一些傻帽会花钱去探个究竟的。他们不读书，跑这地方来干什么？不过我正愁着怎么混入那蚊香作坊，现在这么多人去，正好可以浑水摸鱼。百花村旅游胜地欢迎你。想要进去还得花1两银子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呢？这破地方就是名字好听，有几棵果树，居然敢说是旅游胜地。就在罗老二迟疑的时候，所有的学子们都看见了那2块高高举起的牌子。什么？要去瞧瞧还得买门票？买门票不说，这1两银子是不是也太贵了？梁义贤，这破地方怎么这么多的破事呢？算了算了，老子不看了，总可以吧？不看就让开，花1两银子去看看，一桌席面而已，吃了多大的亏，上了多大的当，这是见证神物是如何诞生的。诸位，你们想回就回吧，等公子是要亲眼去看看的。对，我们也要去看看那事物。前面的让让。几个托说完就向前挤去，其余学子一听，好像也略微有些道理，毕竟那可是神物。咋办？来都来了，走，1两银子就1两银子，让舍不得1两银子的就靠边。说的好像谁出不起1两银子似的，我也要进去。斯文，大家排好。